人上厕所时不小心掉进茅坑，直到3天后才被人发现，然而人却早已经凉透。这本来是件悲剧，但得知此事的村民竟然放起了鞭炮庆祝娘的去世。二哥，咱给娘烧树叶，娘不会气得爬起来打我们吧？不会的，娘再也起不来了。我不是减肥被饿死了吗？怎么这么烫？难道死了被人煮了？诈尸了，娘，我们不是故意烧树叶给你的，是真的没钱买纸了。等儿子有钱了，一定给你烧一车纸钱。二哥，我好怕。上一世宁婉为了减肥，连续1个礼拜不吃饭，没成想竟活活将自己给饿死，再睁眼竟穿到自己看过的一本男频小说里，成了3个反派的恶毒炮灰娘。娘，你是人是鬼啊？我当然是人。门口刚刚还欢声笑语的村民，一瞬间笑容全都僵在了脸上。宁寡妇，你没死啊？哦，哎呀呀，这都是准备烧给我的嘛！虽然我平时经常欺负你们，但你们也太够意思了。拿来吧你！感谢张婶子送的小白菜，比我俩儿子烧的树叶强多了。婶子666，等改明我发达了，多还你俩大白菜。村民们原本以为宁婉死了，便带着东西来看宋家这俩孩子，可一见这泼妇又活了，便纷纷开始离去。都别走啊，东西好歹留下来啊！听他这么一说，村民们跑得更快了。不过片刻原本喜气洋洋的村子，瞬间没了气氛。宁泼皮复活了，真气人，还浪费我钱买了这么多鞭炮。饺子馅都做好了，没心情包了。嗨，真晦气。有饭吃了。只是还没等他高兴多久，就听见家门口有动静。你俩把大白菜做了，我出去看看。果然就看见一个老婆子正在鬼鬼祟祟地扒拉原主家门前的地。听说这宁寡妇昨晚死了，我可得赶紧把这块地分界线给挪挪。我都这么穷了，竟然还有人来打秋风。哦，好你个老毕太太，敢动我家的地，我看你是皮卡丘的兄弟皮在养。鬼呀！鬼你个头，敢占老娘家的便宜，你个老毕太太欠收拾。眼前的老毕太太是原主的邻居，也是10里8村出名的老泼妇，跟原主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战役，却从没占过半点便宜。谁抢你家地了？地难道写你名字了？这分明是我家的地。这块地就在宋家和毕家中间，以草为界限。刚刚老毕太太就是将界限往宁婉家移动了不少。那我们就来看看这块地到底姓啥。老毕太太见他要动手，自家儿子这会也没在家，吓得连地也不抢了，拔腿就往家跑。好你个宁泼皮，竟然没死透，果然是祸害1000年。我呸，我能活到给你送终。当宁婉回到屋时，桌上已经布好了饭菜，一边是2个窝窝头，1盘小白菜，另一边是2个小1号的窝窝头，还有1盆早上的剩粥。而屋内唯一的一个好凳子留给了宁婉，兄弟俩则是随意找个装杂物的麻袋坐着。娘，快坐下开饭了。宋承彦说完便眼巴巴地看着眼前的窝窝头，眼睛都是渴望。他饭量很大，可从来不敢多吃，生怕娘嫌弃他吃得多就把它卖了，所以每次开饭前他都很期待，因为快点吃到东西就不会感觉很饿了。至于小白菜，那是只有娘才能吃的。本来还想说这小白菜是我抢的，自己至少要吃一半，没想到这俩儿子竟然全都给我了。白菜你俩也一起吃，娘自己吃不掉。宋承彦听完眼睛一亮，又很快暗淡了下去。不用了娘，我还小，饭量不大，我能吃饱，您可以留着晚上吃。说完就抓起窝窝头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。冰婉看那一丁点窝窝头，别说7岁了，怕是2岁孩子的量都比这多。都吃这个，必须吃完。咋了？这是我说话语气太凶了吗？二哥，娘怎么突然对咱们这么好？是啊，娘以前有好吃的从来不会想到咱们，今天娘好像变了。冰婉见2人不说话，想着应该是自己这副德行将2个孩子给吓住了。正僵持间，冰婉看见门口有个削了尖头的长棍，便岔开了话题。老二，你这插棍是抓鱼的吧？这插棍是大哥在书上看到的，教我做了1根。我知道娘喜欢吃鱼，但家里穷，买不起。本想着用这插棍抓鱼给娘吃，但是运气实在太差了，每次去河边都遇不到鱼。宁婉，你一个亲娘，为啥连亲儿子都虐待？快把这小白菜吃了，一会拿个装鱼的东西，娘带你们抓鱼去。冰婉扔下这句话后，俩兄弟虽然疑惑，但他们一向听娘的话，便赶紧开始吃饭。不过他们也不敢多吃那少得可怜的小白菜，只是象征性的尝了尝。而宁婉一个饿死鬼投胎的人，吃起饭来用狼吞虎咽都形容不了。二
二哥，娘吃东西好吓人。吃过饭，走走走，别烧碗了，一会儿回来接着做饭。今天娘带你们飞。一出门，老三见母亲却是往西边的河边走。娘，走错方向了，西边那条河清澈得很，河里几乎没有鱼，咱们还是去东边那条河吧。并不是老三毒奶，而是西边那条河是村里有名的清水河，并没有鱼。不，咱们就去这清水河。人第一次下河抓鱼，就抓了一条，却没想到竟成了村里人的笑柄。快看，宁泼皮竟然抓鱼吃！那鱼一股子土腥味，刺还多，谁吃那玩意？就是宋家那几个小子摊上这么个又懒又馋的娘，也是倒八辈子没了。见过这么大的鱼没？我牛逼不？程燕、程月回家做鱼。一回到家，宁婉就掏出了祖传杀猪刀，三下五除二的将鱼分解，紧接着便火急火燎的冲进厨房，就开始炖鱼。把辣椒咖喱冻，把胡椒咖喱冻，把盐也咖喱冻，洋葱也咖喱冻，香咖用这个说，给你们揉一揉，原肉味道也浓，吃一口就上头。等饭菜端上桌，众人早已跃跃欲试，馋的口水都快流到桌子上。都吃吧，一人一碗，全部吃完。这是啥呀？这也太好吃了啊！哎呦我真的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终于吃了一顿饱饭，全家都舒服了。娘，您休息吧，我去山上打猎。宋承彦弓箭射得很准，每天也很勤奋地去山中打猎。可不知怎么回事，平时满当当的山林，在他踏进去以后，连个鸟叫都没有。打猎这么久，他在山上最大的收获就是捡过一只摔断腿的鸽子，估计要不是摔断了翅膀，也不会被他给碰见。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收获？是去燕山吗？不是燕山，是岐山，那里距离咱们村最近，只要1个时辰，而燕山要2个时辰才能赶到，一来一回就到晚上了。宁婉看着有些垂头丧气的老二，下意识觉得老二这次在燕山能有收获。去燕山吧，娘相信你这次肯定能打到猎物回来。宋承彦愣了一下，他神色复杂地望着宁婉，最后还是答应了下来。好的，娘，我这就去。宁婉只觉得儿子突然变得怪怪的，还以为是他觉得离家远了。要是打不到也别有压力，娘再想别的办法。我真是个善解人意的老母亲。当宋承彦离家后，没事干的宁婉望着破旧的房子，开始想着怎么赚钱。我记得穿越小说里女主都是捡灵芝、挖人参，老赚钱了。根据穿越者定律，说不定家里就有种子，或许也能种出人参和灵芝啥的呢。程月，娘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宋承彦对这个母亲还是有点害怕，感觉今天发生的事跟做梦一样。咱家有没有人参或者灵芝的种子？没有吧？娘，你在想什么呢？耗子来咱家都得抹眼泪走，家里怎么可能有人参种子？那咱家有啥？而宋承彦却不敢说话，只是眼泪汪汪地看着宁婉。我就不信了，空间系统都没有，金手指也没有，家里还穷成这样。天道爸爸总不能连个种子都不给我发吧？爸爸还是爸爸，真的有种子。走走走，程远，我们去种了它，等种出宝贝，咱们家就发大财了。那不是老毕太太送给娘的种子吗？她跟娘向来不和，要是有好种子，怎么可能会给娘？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，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花。等将来能种出来一院子宝贝，卖上好多银子，然后就可以胡吃海喝，燕窝洗脸，海参泡脚，鲍鱼吃一碗扔一碗。忙忙碌碌地干了一下午，宁婉终于把种子都种完了。这老二也该回来了吧？啥情况？我这宝贝还没种出来，这就来人开始来抢了。你不要过来啊！宋明氏，下午是你让程燕去燕山的吗？
是呀，怎么来了这么多人？难道是老二猎到什么宝贝了？他们要来抢？村长看着他一脸防贼的表情，嘴角一抽，差点没绷住。那你可知道燕山路途遥远，山上更是有一条食人巨蟒？我当然知道燕山路途遥远，山上更是有。山上有食人巨蟒吗？我就觉得程燕当时的眼神就有点不对，还以为是舍不得家，还想让他多锻炼锻炼，谁知道竟然有巨蟒啊！大家都知道燕山有食人巨蟒，难道就你不知道？你装啥呢？就是你让程燕去燕山，明摆着是让她去送死。这样一个草菅人命的娘要来有什么用？村长，我们把她送官吧。不准欺负我娘！程燕，别管你这黑心娘了，她都害得你二哥没命了，你还要她干啥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围着我娘和小弟做什么？全村人饿得都在啃树皮，他家却天天可以吃到肉，而村民们也只能闻着他家的肉香恨得牙根痒痒，却没有任何办法。只因女人拥有锦鲤体质，能给家人带来好运。二哥，你吃过猪肉吗？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吃过，也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好吃，听村里的齐叔说，猪肉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。对了，娘，这么大一头小野猪，咱们要不要拿去换成粮食？要是都吃了，会不会太浪费了？宁婉看着俩儿子馋馋的眼神，而且他自己也有点想吃。要不咱们就换掉半头，剩下半头咱们留着自己吃。娘说的对，听娘的。我没意见啊，听娘的。宋承彦说完便扛着猪出去换粮，半天后便推着小半车东西回来。好家伙，你这是给人家粮店抢了吗？娘，是猪肉太值钱了。对了，猪呢？我等的花都谢了。我给你们嘎点猪肉补补身子。哈！很快，宋家就飘起了炊烟，猪肉的香味吹得哪哪都是。呸呸呸！该死的宁寡妇，也不知道给邻居送点。想吃，让你儿子给你弄去啊！这宁泼皮命就是好，儿子一个比一个厉害。那你不看是谁生的？饭菜做好后，望着刚出锅的红烧肉，全家人谁都没有再客气，端起米饭就开始炫。是妈妈的味道。娘，你做饭真好吃，你这手艺要是开个店，生意肯定很火。这也是个发财之道，不过现在手里就只是多了一些粮食，家里还是分文没有。宋承彦仿佛看穿了母亲的想法。娘，儿子一定努力赚银子，给娘存钱开店。娘跟你一起努力赚银子。第二天，宋承彦便准备继续进山打猎，却被宁婉给拦了下来。承彦，你在进山时候，你看看能不能抓点野鸡，最好是能抓到一只野公鸡，一只野母鸡，这样下的蛋才能孵出小鸡，这样鸡鸡孵鸡鸡，鸡鸡和其多，咱们就能赚更多银子。娘没病吧？被我射中的鸡都是死的，拿回家也养不了啊。宋承彦却不敢说出来，生怕娘恼羞成怒。那我看看能不能遇见野鸡，想办法带回来给娘养。然而宁婉幻想的很美好，结果晚上宋承彦只抱回来了一兜野鸡蛋。对不起娘，儿子明天再接着去抓。宁婉安慰他没事。第二天，宋承彦又抱回来了一兜野鸭蛋。对不起娘，儿子又没抓到鸡。没事，明天再去。第三天，宋承彦又抱回了一兜野鹅蛋。对不起娘，我这是掉进蛋窝了吗？我还是不是天道爸爸的亲闺女了？宁婉气得在原地来回踱步，俩兄弟看娘生气的模样，吓得抱在了一起，瑟瑟发抖。二哥娘已经好几天没打咱们了，娘现在这么生气，搞不好就是今天了。别怕，娘要是动手，二哥帮你挡着。承彦，你俩抱在一起干啥呢？宋承彦虽然也很害怕，但还是挡在了弟弟面前。娘，你是有什么事吗？我是想让承彦跟我一起去麦当换点钱。听到宁婉的话，兄弟俩这才松了一口气。乡里离他们村很近，就是背起这些担有些沉。宁婉便找到村长借了一辆驴车。到了城里，宁婉带着程苑找了个繁华的地方坐着，将手里的筐直接往街边一摆。爱过错过失落过，走过路过别错过，来瞧一瞧看一看，几文钱你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妈妈，我要吃野鸡蛋，吃个够，5个够吗？够了，谢谢妈妈，妈妈真好。路过的行人被她的叫卖声吸引过来了，这女人喊声清脆，叫卖词更是新鲜。这鸡蛋咋卖的？1文钱2个，2文钱3个，3文钱4个，多买多送。1文钱俩，2文钱仨。没给我来10文钱的。好嘞，这是11个蛋，您收好。那是大粪村的宁脱皮，你敢买他的鸡蛋？谁知道他的鸡蛋有没有什么问题？
原来是他。我说怎么看着这么眼熟？我妹妹婆家就是他们村的。说这女人要是死了，全村都要放鞭炮。揍咧揍咧，不卖他家鸡蛋，不跟坏人做生意。大家左一句右一句，围观的人逐渐都知道宁婉是这10里8村都有名的泼妇。是谁在造我的谣？而还没等宁婉找到是谁在揭她的黑历史，原本围观的人群一下子散得干干净净。娘，要不然咱们明天再来。宁婉现在很生气，辛辛苦苦把这蛋带来街上，总不能再带回去。卖鸡蛋、鸭蛋、鹅蛋，大声点我，不要结巴。本来孩子声音小，路过的人都没怎么听见，宁婉这一嗓门让人都听见了。围观的百姓逐渐又都回来了，围着他们开始评头论足，指指点点。大家买鸡蛋的赶紧了，我们到天黑就走了。要是卖不完，他还得都背回去。你这是亲娘吗？虐待一个这么小的孩子，真狠的心肠啊！自己吃着糖球，让小孩干活。果然是远近闻名、臭名远扬的宁泼皮。大家虽然对他恨得牙痒痒，但是大多淳朴善良。看见宋承院这副可怜巴巴的样子，哪里狠得下心？孩子，每样都给婶子来10个。宋承院乖巧的点点头，看起来更惹人疼爱了。我也每样要5个，我要15个野鸡蛋，我要10个野鸭蛋。其他人也都如法炮制的加入买蛋大军，只不过付钱的时候都狠狠瞪了2眼。要是每天被这么瞪一瞪就能赚到银子，我可以24小时营业不休息的。没过多久，一大筐的蛋就被卖完了。随后宁婉便带着宋承院回家。刚一回家，便听见宋承彦的声音：“娘，小弟，你们快看，我抓到山鸡了！”女人养了一只野鸡，却好几天没下一个蛋。吃，就知道吃，来几天了一个蛋都没有，是在外面吃不上饭，来我家混口粮来了吗？再不下蛋，给你做成辣子鸡。第二天，老二照常出去打猎。宁婉因为知道老大重磅就快回家，便准备带着老三去街上采买东西。宋承院，你快点！哟，宁姐姐，又使唤你家老三干活呢。妹妹真羡慕你，可怜我一身劳碌命，天天还得下地干活，哪像你这么清闲。天天等着被儿子伺候。宋承院刚从屋内探出头，看到来人是张葵花，又吓得躲到了门后。根据他过往的经验，每次这个女人一来，他就会挨打。有事吗？这不，我家文昌最近去了乡里最好的玉林学堂念书，我看你家承院呢，比我们文昌还大2岁，字还不识一个，呵呵，投胎不够好啊。要是投到我家，至少也不像现在这样，天天干活还挨打。乡里最好的学堂不是居安学堂吗？你大白天就喝多了。那居安学堂学费都是1年1两银子，谁付得起？的确，1两银子对于平常人家不吃不喝1整年都可能存不下来。像这种学堂根本就不是为了平民办的，而是专门给那些家里有钱有势的公子哥们办的。承院，咱们走，去居安学堂报名。吹牛谁不会？跟老娘装有钱人，当谁不知道你们家底似的。老娘看你们晚上回来怎么收场。到了乡里，宁婉先领着承院前去布庄，给几个孩子都做了身衣服，然后循着记忆找到了居安学堂。哇，这学堂好大，就连门口的台阶都比别家高了好几层。娘，我们真的要进去吗？此刻骨子里的贫穷让宋承院显得有些卑微。当然，宁婉之所以敢带着承院来报名，是因为他记得书中写过，院长曾想免费收承院做学生。7岁才入学，可读过什么书？没读过书。古代儿童早熟，稍有家底的孩童在4、5岁时就会启蒙。当院长听闻7岁还未读过书，顿时有些不喜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宋承院。宋承院。宋承玉是你什么人？是我大哥。哎呀，我观你小子骨骼惊奇，是个学习的好材料，不如就跟随老夫学习吧。娘，这个院长好怪。宁婉也没想到居安学堂的院长竟然是这么一个怪老头，而院长也在偷偷观察着宁婉。这位就是生出宋承玉那个天才的亲娘，看着很年轻，可这从容不迫的气度完全不像一个普通的农家妇人该有的。果然儿随母，一个优秀的儿子必定会有一个优秀的母亲，而宋承玉的兄弟，院长已经幻想自己也能培养出第2个小秀才，而宁婉也被他笑得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我马上让人给承院安排房间，咱们今天就住下来吧。刚好承院10字晚，老夫还可以单独给他补课。还要住这里吗？当然了，这里距离你们村有5、6里地，你难道要每天自己走着来上下学吗？
不，程院还小，这么折腾也太辛苦了，在这管吃管住的，可比在家舒服多了。就这样，宁婉美滋滋跟院长商量好入学事宜后，当场就报上了名，1毛钱都没收就入了这个全乡最贵的学堂。娘，我真的要留在这里吗？当然要留下，你看院长多看好你，你可要好好学习，听院长的话，争取将来能成为像你大哥那样优秀的人。学得进去就学，学不进去就多吃点。将送成院的事情安排好以后，宁婉就跟院长辞别。回家的路上，她就在想家里老二的事情。说起来，院长是因为老大的原因才收了成院，那要是知道家里还有个老二，肯定也会收。只是老二习武，并不适合来这里，而且书中记着他的师傅也很快就会出现了。宁婉回到家，离老远就看见一个女人在她家门口席地而坐。这不是张葵花吗？坐我家门口干啥？难道是知道我家地里种的有宝贝了？你终于回来了。你早上不是吹要送成院去居安学堂读书吗？我现在倒要看看你怎么圆这个谎。哼，想在我张葵花面前吹牛皮的人，就等着被戳破吧。就为这个，你在我家门口坐了1天。你别管我做不做1天的事，成院呢？我带成院去在居安学堂报名，院长让他住在那里读书，每5天休息1日，到时候居安学堂的马车会送他回家。还跟我吹牛呢？居安学堂1年1两银子，你哪来的钱送成院去读书？别说居安学堂了，就算是一个普通的学堂，想当初程昱要读你都死活不同意。你要是能送成院去读书，我把脑袋摘下来给你当球踢。谢谢，不用了。谁想把你的脑袋当球踢，噩梦都得做几宿。骗别人还行，还想骗我？入学通知书呢？你敢不敢拿出来给我看看？宁婉也懒得跟他掰扯，反手就从包里掏出来了入学通知书，打开文书，露出盖章的页面，明晃晃的居安学堂的印章，上面写的就是宋成院的名字，还特意标注了免费入学4个大字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多少有钱人家的小孩挤破了头要读居安学堂，这宁婉随随便便就送他家老3入学了？难道？要是不会说话，你就闭嘴，别逼我在最快乐的时候扇你。哼！宁婉将新买的衣服给老二和老大床上1人放了1套。等老二回来的时候，见家里只有娘1个人，没听见程院来迎接他。娘，程院呢？程院去学堂读书了，以后每5天回来1次。娘怎么会突然愿意送小弟去读书？明明大哥当年那么有天赋，家里当时还没那么穷，可娘怎么都不愿意让他去，现在竟然主动让程院去读书了。那学堂的院长认识你大哥，说可以免费给程院授课，还包吃包住，我看那边待遇挺好的，就让程院去了。没想到大哥这么有名，那大哥这次能中秀才吗？咱们村有个40岁的童生，考了20多年了，还没考上秀才。瞎担心，你大哥肯定能考中秀才，而且还不止呢。书里3个大反派以老大为首，老大的智商可不是盖的，小小的闲事对他来说只是图的第1步而已。我是一条酸菜鱼，又酸又菜又多余。我是一只黄焖鸡，又黄又嫩又辣鸡。娘，你能不能别唱了？我耳朵都快聋了。去！今天是宋家老大重磅回家的日子，宁婉一早就开始做饭，准备给老大一个惊喜。赶紧去接你大哥，不然一会他就到家了。当宁婉带着老二去村口迎接时，哇，不得了！我的乖乖哟，这阵仗比我死那天都大。娘，程燕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娘来接你啊！欢迎我们的小秀才回家。宋成玉只是点点头，脸上的清冷却丝毫不减。老大这才10岁，气质就这么老，这根大腿看来不太好抱啊！大家都看着呢，别总绷着张脸。程玉啊，你可真是给咱们村长脸了，打小就觉得你是个读书的料，我果然没有看走眼。才10岁就中了秀才，还是我大燕最小的秀才，真是太争气了。村长开心地揽着宋成玉，活像是他儿子一样。其他村民也围着他们，把宁婉挤到了外面。我才是这个大燕最小秀才的娘，好吧？你们怎么回事？然而在这个举村同庆的日子里，谁也没有去管宁婉，因为今天的主角是宋成玉。娘，不然咱们先回家吧，等村长跟大哥说完话，大哥就会回来了。
说好接你大哥，结果你大哥都没空搭理咱们。这毕竟是村里的大喜事，村长一时激动，估计要拉着大哥多说一会。咱们先回家等你大哥。林婉在家等了半天，刚想出门去叫老大，抬眼就见老大回来了，身后还跟着一群他的父老乡亲。宁泼皮真是走了狗屎运了，整日做天做地的，还能有这么好的3个儿子，我都嫉妒死了。你看程玉这孩子多争气啊，除了从他肚子里生出来以外，没见他在做啥贡献。你们声音还可以再大一点吗？我离这么老远都听见了。谢谢叔叔婶婶送程玉回家，我娘刚做好了饭，不如一块进来坐坐。本来村民听见宋程玉的话，便想留下来跟他促进下关系，可当众人瞧见宁婉那张脸，不了，程玉你快歇着吧，辛苦一上午了，肯定饿了，我们就不进去了，有空来婶子家玩啊。说完不等宋程玉回话，便一股脑全跑了，生怕跑得慢了宁婉就要发飙。娘生气了，大哥你小心点。不知道怎的，这次回来感觉娘比之前温和多了。当宋程玉进屋时，宁婉和老二早已将饭菜端上了桌，而桌上放了一盆红烧肉，一份酸菜鱼，还有3个白面馒头。娘，这都是邻居送的吗？邻居送个鬼！你娘死了，全村都在放鞭炮，谁会给我送？想想刚醒来的时候，老二老三正在烧树叶，人都死了，家里穷的连纸钱都买不起，真是太提米惨了。大哥，是我射中了一只小野猪，娘说留一半吃，一半换粮食。程燕竟然这么厉害，大哥简直对你刮目相看。嘿嘿，我还射中过只野鸡呢。大哥刚刚是不是没注意到咱家养的还有一只野鸡是活的呢？我特意给娘捉回来养的，而且我还捡了一大筐的鸡鸭鹅蛋，娘和小弟卖了好多银子，娘还给咱们每人都买了一套新衣服，还有新床单。宋程燕说个不停，眉飞色舞，拼命的在大哥面前邀功。对，牛逼事都是程燕干的，我就是个废物娘，干啥不行，好吃懒做第1名。哼。对了，娘，小弟去哪里了？这都饭点了，怎么还没回家吃饭？嘿嘿，这次该轮到我装逼了，一定要好好的吹，争取在大腿儿子面前好好刷刷好感度。程院让我送去居安学堂读书了，5天才回来一次。你是不知道院长对他可好了，现在在学校好吃好喝的被照顾着。哦，夸奖呢？这大腿怎么不问我咋把程院送进去的？怎么程燕还好好夸夸，到我这就没下文了？我太难了。最近我压力很大。而宋程玉心无旁骛地吃起了饭，完全没看懂他娘心里的期盼。林婉怒了，仿佛面前的饭就是宋程玉一样，咬死你！吃完饭，宁婉气得连碗都没刷，就去下田。大哥，娘咋又生气了？我咋知道？等他俩收拾完厨房出来后，见到宁婉正在地里拔草。种了好多天了，怎么一直不见冒头？是不是缺水了？娘，你在种什么？是宝贝，娘猜是人参，可千万别说出去，不然我怕别人来抢。娘是哪里来的人参？这东西是极为珍贵的药材，而且多为野生，乡里应该都没有卖种子的吧？宁婉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人参种子的来历，他总不能说是天道爸爸送给他的。总之你别管怎么来的，知道是人参就对了。老二脸上此时一言难尽，他很想告诉大哥，这是隔壁老毕太太送的种子。也不知道娘是中了什么邪，非觉得这就是宝贝，每天盯着这块地，生怕有人来惦记。娘，人参3年开花，5年结果，6年方成熟，您准备种到什么时候？野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天地一片苍茫。种人参什么的原来都是假的，等6年成熟，黄花菜都凉了，姑奶奶不种了，还我宝贵的时间。宁婉行动力还是很强，当场就把种子挖了出来。这不是萝卜吗？连人参都不是吗？娘，宁婉真的快要碎了，她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没有高智商也没有金手指，想发家致富太难了。别叫我娘，我菜得很，以后就叫我菜鸡。不知道为啥，看娘这么伤心，他们兄弟俩反而都有点想笑的感觉。这时宋程玉想起了包袱里的那包种子，连忙跑回房间去取。娘，您看这个种子喜不喜欢？粮食还未成熟，女人却将种子全都刨了出来，哪怕全家会因此饿死也不在乎，只因女人从儿子手中得到了一种叫西瓜的种子。这可是宝贝，西瓜被誉为瓜中之王，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水果。
寻常人家饱腹都困难，会有余钱买水果吗？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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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穷人买不起没关系，咱们可以把它卖给富人吃，就像人参一样，不是人人都能买得起人参，但一定有人买得起人参。哦，有道理。宁婉说干就干，撸起袖子就将地里令人心碎的假人参全部挖了出来，然后反手就把西瓜种子给种上。那干脆利索的换新速度，活脱脱一个弹珠2代。而这时一大群人浩浩荡荡的来到宋承玉面前。宋承玉看这些人都眼生的紧，不知道他们来是有什么事。你们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我今天来是想收你为学生的，我成绩优异，明年定能中举，拜我为师，到时你就是举人的学生了。拜我，我明年也能中举，而且我爹是乡里的首富，你将来科考需要的银子，我家可以全部给你出。那个我说，你们都是秀才吗？是啊，我还以为你们都是举人呢，搞半天你们都是秀才。我们程昱自己就是秀才，为啥还要拜你们为师？真是癞蛤蟆娶仙女，想得美！那老夫够不够资格？见过陈举人，秀才们也齐齐问好，眼神恭敬。诸位客气了，陈某也不过是想来收个学生而已。哎呦我去，陈举人也要来收学生，那咱们没戏了。程昱真是有本事，竟能引来举人大老爷收徒。虽然举人和秀才只差一级，却是天差地别。大部分学子穷尽一生也不过就是个秀才，难以再上举人。是以能中举的，在他们看来都是神人。程昱，你考试之前，我就已跟你多次书信说过此事。今日我当面问你，你可愿拜我为师？这宋承玉也确实考虑过。如今陈举人亲自上门，诚意满满，他确实没有拒绝的必要。我不同意。宁氏，你咋这么不识好歹？这可是举人大老爷，我看他就是想故意破坏程昱的仕途，好让程昱回家给他种地。妇人之耻，你家程昱这么出息，你竟然这么自私自利，没远见。陈举人原本还有些担心，眼下见众人都开始攻击宁婉，这才放下了心来。程玉娘可是有什么担心？我当然担心了，你这个狗屁陈举人，表面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，其实一肚子坏水，自己得罪了京城一个大官，不能去赴任，回乡却说是自己不愿意当官，表面说看中了老大的资质，要将自己的毕生所学传授于他，但实际也还是为了让老大以后能拉你一把。哼！因为什么担心？陈举人心里没有数吗？陈举人看着宁婉坚定的眼神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总觉得眼前这个妇人好像知道他的真实目的一样。不过今天在场的学子和百姓太多，他也不与宁婉多做争辩，万一将真实原因泄露，别说收不了宋承玉，恐怕连其他学子也对他避之不及。程昱，你读书识字多年，这种大事你还是自己做主吧。就是个屁！这个陈举人分明是在指桑骂槐，说我没文化。宋承玉也听出来他的意思，虽然他说的在理，可听在耳朵里就是感觉不太舒服。感谢陈举人抬爱，只是程昱最近刚考完试，想在家休息几天，拜师的事情想再考虑考虑。那你先好好考虑，若考虑好了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哼！陈举人说完便离开了，而秀才们见举人老爷都被拒绝了，也都纷纷跟着离开。程昱，你可要好好考虑，你娘就是一个普通的村妇，哪里懂这些拜师的事情？你要是听了她的，会影响你仕途的。就是啊，怎么能听宁氏的？她不一定盼你好。哼，宁氏，你这是要毁了程昱。来人叫刘根，他们家世代读书走科举，虽然读书刻苦，但天赋不高，为了读书连妻子都不曾娶，但已经不惑的年龄，连个秀才也没考上，至今还是童生。我没有要毁掉程昱，我也是为了程昱好。如果真是为了程昱好，就不应该阻拦他拜师。宁婉见有这么多人在，也没办法跟众人解释陈举人的隐情，他的默不作声在众人看来就是理亏了，一个个又开始指责起他来。我不管你们怎么骂我，程昱绝不能拜陈举人为师。别说程昱要考虑，他考虑的结果也只能是不同意。刘根见他态度如此坚决，而宋承玉始终一声不吭，气得他当场昏死了过去。此时村民们也没有看戏的心情了，慌忙将刘根抬回家。娘，陈举人是县里最德高望重的夫子，他轻易不收学生，却看中我多次邀约，你为何不同意我拜陈举人为师？若陈举人没有那些歪心思，程昱拜了他确实是有好处，可问题是陈举人只是在利用你啊！他一个举人大老爷不好好去赴任当官，为啥偏要收你当学生？你有没有想过这其中的蹊跷？中举后不想当官的人虽是少数，却也不能就此怀疑别人。娘，你这样很没道理。有道理。要拿什么证明给他看？总不能说我是穿书的吧？其实娘做噩梦了，梦里你进京赶考的时候被大官们为难，说就是因为你拜了陈举人为师。那梦里大官穿的什么衣服？品级几等？官服又是什么颜色？这些宁婉还真的回答不上来，因为他看书的时候总是跳章，
怎么可能去看那大官穿啥颜色衣服？身份好像是监考官。宋承玉沉默了，他并不信鬼神之事，更不信做梦预警之说，更何况娘之前那么厌烦他，他不确定该不该听娘的话。娘，梦里可有梦见更好的师傅适合我拜？宋承玉原本只是随便问问，做个心理缓冲，并未真的想听娘嘴里说些什么。可宁婉却认真的思考了下，还真想到了一个人。桃树村有个私塾，那私塾里有个夫子，娘觉得此人甚好。这个酷似二嫂的女人叫宁婉，为了全家人的小命，竟然拒绝了举人的收徒，反而让儿子去拜同是秀才的人为师。此人名叫陆文，14岁便中了秀才，也是个少年天才。那娘梦里可说他何时能考上举人？梦里没说他有没有考上举人，不过以后他老牛逼了，未来太子手下的第一谋士，而且谋士这种东西也不一定要看学历吧。未来太子，娘是梦到了未来太子是谁了吗？是个很厉害的皇子，就是我没看清长相。反正我跟你讲，不许拜陈举人为师，而且拜师是大事，你好好考虑考虑。说完，宁婉便又去捣鼓他的小菜园去了。宁脱皮，你开门！你有能耐不让程玉拜师？你有能耐开门啊！我真为宋程玉有你这样的娘感到耻辱。大半夜的鬼叫啥呢？娘，现在都5更天了。这不重要。刘根我又怎么了？你说清楚。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 Hello Kitty 啊？你说怎么了？程玉是我大燕国最小的秀才，陈举人看中了他的资质，要收他为徒，可你偏不肯，非要他去拜桃花村，拜那个老石子废物夫子陆文，你这不是明摆要毁了程玉吗？这是不是昨晚刚跟老大说完吗？刘根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？什么废物夫子？人家是秀才，总比你40岁了还是个童生强，老不休。秀才又怎么样？也只是个考了3次都没有中举的废物。你个童生是咋好意思看不起人家秀才的？我刘家祖辈都走科举，可奈何天赋不高，怎么读都考不上。在我知道宋程玉的天赋以后，你们知道我有多羡慕他吗？宁婉听得心里很不是味，这死忠粉挺难得的，但是对他对的也好烦。不管你怎么说，我没有强迫程玉拜谁，只是给他建议，只要他不拜陈举人，至于那陆文他想拜就拜，不拜拉倒。果真比黄金还真，满意了吧？可以走了吧？哼，我会一直盯着你的。宁婉很无语，脑残粉可真可怕。他刚想回屋再补觉，突然想起好像漏了什么事情。平时最喜欢看热闹的老毕太太今天怎么会不在？宁婉脑袋瓜转了转，他就想到昨晚不过刚跟老大说过拜师的事情，结果今天早上刘根就来了。如果不是刘根一直在偷听的话，那就是隔墙有耳了。宁婉怒气冲冲地朝老毕太太家杀去。这刘根也太废了，一个男的竟然吵不过宁脱皮，3言2语就被忽悠走了，白瞎我一大早出门一趟。风云我任意闯，萬眾仰望，叱咤風雲我絕不需往後看，翻天覆地我定我寫，自我的法律。老畢太太，我來你家串門了。你想幹啥？想幹啥？你說呢？是你自己招還是？招什麼？我什麼都沒幹。忽悠，接着忽悠。老畢嬸子，昨天我跟程玉說話的時候，好像聽到你在隔壁說要送我點東西，是啥值錢的好東西啊？這就是你昨天說要送給我的花瓶吧？哎呦呦，可真好看！雖然我家裡沒花，但是為了不辜負你的一片心意，我還是收下吧。啥？你無中生有？我啥時候說過？你也不想讓村長知道你挑撥離間這件事情吧？這花瓶可是我攢了好久的銀子才買到的。這些種子你也要送給我啊？這是我今年要種的種子啊。喲呵！真是怪不好意思的，這個鋤頭不錯啊，好大一塊鐵。你昨天還跟我說太沉了不好用，那我就勉為其難的幫你扛走吧，剛好能鍛鍊身體。此時老畢太太徹底不掙扎了，她現在只想回到今天早上，狠狠地扇自己2個嘴巴子。讓你多嘴，讓你亂說話。而老畢太太的憨兒子終於也反應過來了，
我娘什么时候说送你了？这么多值钱的东西怎么会给你？你是不是在抢我家东西？这反应也太迟钝，这就是在抢啊，还需要问吗？这些东西是你娘昨天听我跟程玉说话的时候送我的，不是我抢吧？老毕太太见他又提起昨天的事，原本不满的想法瞬间就没了。不是，这是我送你的，都是我送的，我自愿的。这就对了，程玉、程燕，咱们走。这瘟神总算走了。哦，对，还没跟您说句感谢呢，感谢老毕婶子。谢谢毕奶奶。娘，你怎么了？人家在谢你呢，你咋还晕了？娘，拜师的事情我想明白了，我不拜师了，不管是陈举人还是陆文，都不拜了。这个结果也在宁婉的预料之中，反正只要不拜陈举人，别站错队，凭借宋承玉的能力也能一飞冲天。娘，难道不生气？娘为啥要生气？正当两人说话时，村里却来了一辆马车，引起了村民的围观，而马车却是直直奔向宁婉家。女人是村里有名的泼皮无赖，学校校长却对她尊敬有加，只因女人有一个好儿子。老夫听说程玉中的秀才，特来沾一沾大燕国最小秀才的喜气。院长您客气了，早知道你想见程玉，我就直接带他去学堂接程院了，还让你又跑一趟。其实老夫这次来是听说陈举人要收程玉为徒。陈举人的确来过，不过我目前并不想拜师，便拒绝了。那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了。娘劝我，院长也要劝我，难道真像娘说的这陈举人有什么问题？院长，这陈举人可是有什么不好吗？这个陈举人并非像表面那样，他不是不想为官，而是不能。他在京中得罪了三皇子，恐怕这辈子都不可能入朝为官了。宋承玉实在没想到，一个小小的陈举人竟然得罪了皇家的人，这若是不知情的拜了他，岂不是将来一进京就会被三皇子的人难为？那陈举人太能隐瞒了，我猜他收程玉为徒，八成是看中程玉的资质，希望程玉将来出息后好拉他一把。这个陈举人真是无耻！你们别拉着我，我要去跟他拼命。我先饶过他这一次，下次让我碰见，非得给他一个窝心脚。既然程玉已经决定不拜他为师了，那就没事了。以后再遇到这人，离他远一点就好了。这种人还指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来。多谢院长提点。对了，还有一事，你现在出名了，整个大燕国都知道出了一位10岁的暗手，过几天京城里可能会来一位小贵人见见你。宋承玉知道像这种京城里的人来找他，无非就两件事：一不服他，想要找他麻烦；二拉拢他，逼他提前站队。不管是哪一种，都是一件令人很烦的事情。早知道考试的时候少答几道题就好了。我要说的事情说完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你们一家人团聚一下，明天我再派人来接程院。辛苦院长了，专门来跑一趟。院长多坐一会呗，来都来了，要不吃个饭再走。院长摆摆手，示意他们不用送了。娘，您的梦可真准。是呀，好巧啊。宁婉尴尬的笑笑，试图搪塞过去，哪知老大并未想深究。程院在学堂过得还适应吗？程院在学院过得很好，院长对我也很好。那有交到朋友吗？可能是我来的晚，大家都有各自的朋友。院长说再过段日子大家就会喜欢我了。果然那些有钱人家的小孩都是有自己的圈子的，一个毫无身份背景的孩子很难被他们接纳。唉，娘，你不要担心，程院一定会主动跟他们打好关系的。程院不用如此，若你强，他们自会主动与你结交，否则你贴上去也只会被人看清。你还小，若在学堂交不到朋友便交不到，这些都不重要，专心读书即可。你大哥说的对，圈子不同别硬融。大哥跟娘说的对，程院以后也要像大哥一样厉害。一家子人有说有笑的，很是自在。而一旁的老二虽然也在笑着，但是脸上明显有些落寞。娘，天还早，你看我今天适合去哪打猎？宋承彦最近感觉很奇怪，凡是娘让他去的地方，他从来没有一次是空着手回来的，所以现在也就养成了出门前先问问娘的看法。你去燕山吧。娘，燕山有食人巨蟒，您真的放心我去吗？放心好了，我这次陪你一起去，到时你可别嫌弃娘走得慢。程燕很感动，他知道娘不放心他就够了，毕竟上山路上太难走了，以娘的身体定然吃不消。娘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快走快走，让娘欣赏欣赏程燕平时打猎的英姿。两人走了半个多时辰，才越过了岐山，到了燕山的路上。老啊，走慢点。娘，咱们要不要歇一会？宁婉望着老二脸上连个汗珠都没有，哪像他浑身大汗淋漓，像洗了个澡一样。
正想开口说话，好多银子啊！老二也太帅了吧！而另一边，一位锦衣华服的小少年也在朝着天上射箭。小公子真厉害，这几十个鸽子怕是都被您射中了。随后手里的弓箭一支一支的射出去，天上扑棱棱的声音也不断往下掉。可接下来他突然感觉不对劲了，他射箭的速度是很快没错，可是天上鸽子掉的速度好像比他更快。他随即停了下来，然后就发现天上的鸽子还在一直掉。去那边看看是不是有人射了我的鸽子。侍卫们齐齐朝那边赶过去，鸽子们坠落的地方是一片树荫，猎物掉的哪里都是。不过侍卫人也多，10几个侍卫下去找，很快就将猎物们找齐了。小公子找到了30只鸽子。小少年过去一看，整整30只鸽子，身上插满了箭，还有几个是一支箭射中2只的，就是没有一支是他家的箭，没有一只是他射中的。气死我了！是谁射了我的鸽子？另一边，宋承彦身上带的箭很快就射完了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剩下的鸽子飞走。娘，箭用完了，那我们去捡鸽子，把箭拔下来再去接着射。估计没了，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会有一群鸽子飞过，往常我一个也没见过。没事，射中这么多已经很好了，能卖很多银子呢。走走走，我们快去捡鸽子，别一会儿被野兽拉跑了。野兽敢拉我的鸽子，我就让它一起留下。要是很大的野兽呢？像食人巨蟒那样呢？母子俩有说有笑的去捡鸽子。一进树林就见一群人围在一起，手里拎着他们打中的鸽子。男孩从小就是一个倒霉蛋，但今天他突然发现了一个秘密，只要听妈妈的话，就会变得异常幸运。什么人竟然偷我儿子射的鸽子？这些鸽子都是你儿子射的？宋承彦见他们衣着奇怪，穿着打扮也不像村里的人，下意识就有些防备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哼，是你射中这些鸽子的主人。宋承彦惊讶了一下，那些鸽子果然是有主人的，怪不得他说怎么一下子出现这么多。野外也有人专门用鸽子练剑术吗？这哪来的人傻钱多的小朋友？误会，都是误会。一声巨响，箭射中了毒蛇，并带着极大将它狠狠地钉在了树干上。小少年震惊地回过头，一眼就看见那箭射中的正是蛇的7寸之处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这乡野山沟里怎么会有剑术如此厉害的人？哼，他是什么人？是你的救命恩人啊！要不是老二出手，你这小家伙只怕这会儿早已躺下了。谁要他救了？区区一条小蛇而已，就算被咬一口也不会怎么样。哼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这蛇名叫七步倒，咬到人以后，走7步的时间就会毒发身亡。令晚故意夸大，吓得小少年浑身一哆嗦。没事，不要慌，老二的力气是比正常人大一点，多用点力气就可以了。那是毒蛇，剑上沾了毒液，不能碰的。你不要命了？你懂什么？这条蛇可值钱了。走，承彦，咱们回家，今天赚大发了。你们这就走了？鸽子不要吗？虽说这是我买的鸽子，可射鸽子是各凭本事，这些你们2个可以带走。哦，今晚虽然很想要，可是他转念一想，这毕竟是人家买的鸽子练剑术的，老二已经替他过了把瘾，再要人家鸽子总归不太好。承彦，你想要吗？娘，不是我们的东西，我们不要。不用了，我们要回家了。鸽子是你们的，就你们收着吧。还有，天快黑了，这附近有食人巨蟒，你们不要再往前去了。下山的路还是很舒服的，尤其是有收获的时候。承彦，你先回家，我得赶紧去药铺，这蛇死时间长了就卖不上价了。宁晚一路小跑的来了药铺。老板，毒蛇收吗？毒蛇，死的活的，活的不要。为啥是不要活的？不应该是活的更新鲜点吗？死的是不新鲜，但活的容易伤人啊。那刚好，你看看这条能给什么价吧？哎呦我去！我的乖乖，7步蛇，夫人想卖个什么价？哦，宁晚看他这副财迷样子，也确定了这条蛇的确价值不菲。看你开个什么价？我也是刚来你们药铺，还没去别的看看。要是你们价格合适的话，我就不去其他家看了。这个1两银子，你看怎么样？这可是7步蛇，7步之后要10无1，是我挚爱金鹏拿命换来的，嘿嘿，得加钱。
掌柜的也知道，每抓到一条七步蛇，就有无数条捕蛇人失去生命。可他看着宁婉毫不惧色，脸上也没有悲伤，想来定是没有什么惨痛的代价。2两银子不能再多了，我也应该赚点，是不是？要知道，在这个物价超低，1文钱能买2鸡蛋的年代，2两银子可是能买4000个鸡蛋。我吃点亏，给你吧。匕首交钱，匕首交货。宁婉接过银子后，对着银子就咬了一口。2两银子啊，发了发了。回到家，天色已经黑了，3个孩子却在院子里等着宁婉回来。娘，你怎么这么开心？那蛇卖了很高的价钱吗？是呀，卖了2两银子。娘，那毒蛇竟然这么值钱，不如我明天再去燕山那边看看吧。要是再遇到这样的毒蛇，我就多打几条回来。你想的简单，那毒蛇难道是遍地爬的？况且今天我们是幸运，刚好看见那条蛇。若是它在我们背后，只怕我们也凶多吉少，咱可不能拿命去换这银子啊。也是，2两银子够咱们家用很久呢。宋承彦的话也提醒了宁婉，他不能坐吃山空。可是作为一名普通社畜，技能啥都不会，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也只有做饭。你们说我在镇上开家饭馆或者摆个摊子怎么样？对啊，娘，您厨艺特别好，之前做过的红烧肉和酸菜鱼简直是人间美味。开饭馆，我支持。宁婉第2天一早便从村长家借来牛车，带着老二去集市采购食材。因为想做的菜品比较多，于是就买了一大堆，随后便带着程燕火急火燎的回来了。一路上看见他们拿了这么多食材，零零碎碎的，村里人又开始议论纷纷。这宁破皮家发了吗？他怎么舍得买这么多吃的？我怎么见程燕怀里还抱着猪肉呢？猪肉？你别开玩笑了，咱村里有几个吃得上猪肉的？可是我真的看见了，那宁破皮家是不是出啥喜事了，要庆祝？切，啥喜事？他能这么庆祝？之前宋老大众秀才也没见他庆祝。众人议论的声音完全没有避开宁婉，全都被宁婉听了去。不听，王八念经。宁婉在心里默念几遍静心咒以后，才终于穿过村里人的打量，回到自己家。娘，您准备先做什么？需要我先帮您烧水吗？不用，先炸东西。炸东西。女人每次做饭都要往锅里倒1桶油，有时还要倒2桶。只因女人上街时发现，街上的早餐店多为包子、馒头为主，油炸类的食品很少。而宁婉每每想起那香喷喷的小油条和胡辣汤，馋得都想哭。娘，这是油不是水，您别倒错了。嘿嘿，我当然知道这是油，等娘给你们做好吃的。说话间，宁婉便将醒好的面切成小细条状，轻轻一拉，待油热了以后，便将小面条轻轻放进锅内，而炸油条的香味飘出去好远，直馋的隔壁老毕太太坐不住。宁婉，你家做的啥好吃的这么香？宁婉听到老毕太太的隔空喊话，都懒得搭理他。做啥好吃的也不给你吃。气死我了！宁婉将炸好的油条推到一边，又开始炸萝卜丸子。揪丸子没什么技巧，也不讲究一定要圆，大致一口吃下的就好。随着萝卜丸子一个个的下锅，滚烫的油将它们瞬间炸得翻滚起来，而原本白色的丸子在油炸下渐渐变红变焦，直看得老二口水直流。程燕，火小一点，娘准备做下一道菜了。宁婉将锅里的油都捞出来，只留了一点点，随后便将葱花放了进去，又倒了点清水，紧接着又往锅里放了蘑菇、木耳、花生，然后盖上了锅盖。娘，您这是准备煮汤吗？也不算是吧，一会做出来你就知道了。待水开了以后，宁婉又开始往里面放入了豆腐、黄瓜、胡萝卜，随后又放了一小碗黑乎乎的东西。原本清汤寡水的锅里，瞬间被染成了泥巴色。娘，这真的能好吃吗？不要以貌取人，这个就像臭豆腐，闻着臭，吃着香，这可是看着黑乎乎，吃起来也香。宁婉来回搅拌着锅内的食材，看着汤汁越来越浓稠，直到跟想象中的胡辣汤的一模一样。程燕，可以停火了，去叫你大哥洗洗手，一起吃饭。宁婉将胡辣汤端上了桌，一人面前放了一碗。宋承玉看着那一碗黑乎乎，没有半点食欲。娘，这是什么？宋承玉很好奇，这汤制作过程复杂，花费时间比炸东西还长，想来肯定是很好吃的东西。就是卖相上，不太好看。这叫胡辣汤，你们尝尝，看看中不中。口水都流了。妈呀，天啊，太浓了，这个味道很上头。好久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。此刻宁婉想起上辈子放着那么多美食不去吃，反而被活活饿死，现在想想真是太可惜了。唉，俩兄弟见娘吃得开心，也跟着一起尝了尝。娘，这个胡辣汤可真好喝。必须的。娘会的东西可多了，这胡辣汤只是小小的第一步，看卖的怎么样，再考虑增加新的小吃。我没有意见。大哥都没意见，我也没意见。
那咱们老宋家第1届创业大会就全票通过了。老大你在家看书，下午我就跟程燕去街上看看，尽快把小饭馆搞起来。宁婉酒足饭饱后，撑得站不起来，躺在凳子上不想动。这凳子也太硬了，等胡辣汤赚钱了，一定要做个沙发，再铺上最软的垫子，吃饱了以后好好摊一摊。娘，您没事吧？宋成宇有些不太理解，那胡辣汤是好喝了些，但是至于把自己吃倒吗？歇了一会，宁婉与宋承彦便一起上街去看铺子。在小小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。程燕，你们娘俩干啥去啊？毕奶奶，我娘想开个饭馆，我陪娘上街看看铺面。啥？你娘要开饭馆？你爹刚走那2年，你家不是冒烟就是胡味乱窜，更有一次差点连家都被烧没了。开饭馆闹什么笑话呢？我怎么就不能开饭馆了？你是不是嫉妒我的才华？我呸！你有个什么才华？平时饭都是程燕他们做的，你还想开饭馆？别开2天就赔得裤衩子都没了。大话别说得太早，不然小心打脸。我就等着你来打我的脸。我们打个赌，要是你赚不到银子，你家门前这2亩地给我怎么样？老毕太太可是垂涎宁婉家那2亩地好久了，只是一直没找到机会。我也不占你便宜，省得别人说我欺负你一个老婆子。要是我赚到10两银子，你也赔我2亩地怎么样？这不就等于白送我2亩地吗？好好好，我赌了，你到时候可别赖账啊！希望你到时候别赖账才好。到了街上，宁婉带着程燕直接找到了街道管理科。早点的摊位最靠边的600文，里面1点的500文，租金是1个月支付1次，概不拖欠。那我就要600文的摊位，先租1个月。交过银子，在上面按上手印。跟账房先生确认了摊位的位置后，便交了银子，并在纸上按下了手印。宁婉带着宋承彦租了一辆牛车去采购桌椅板凳、锅碗瓢盆，随后就浩浩荡荡地拉着东西回家了。第二天天刚亮，宁婉与程彦便早起开始制作早餐，直到忙到5更天，才带着做好的胡辣汤来到了街上。由于宁婉摊位就在街口，位置非常好，路过街道的人见到宁婉拉面的动作，都被吸引住了。老板娘，你这买的是啥？油炸面条吗？这是炸油条，县里很火的早茶。大哥要不要来1根尝尝？那给我先来5根尝尝，咱也尝尝城里人吃的早茶。大哥，你先找地方坐，马上炸好。老板娘有粥没有？再来碗粥。粥没有，只有胡辣汤。大哥要不要尝尝？1碗只要3文钱，绝对好喝。汤有啥好喝嘞？您是小店胡辣汤第1位客户，这1碗就当是我们送您的。大哥可以尝尝看味道怎么样，不好喝的话油条也不要钱了。宁婉说着便盛了1碗出来，直接端到了男人面前。大哥见宁婉打了包票，心下就要尝尝味道怎么样，结果低头一看，竟然是1碗黑乎乎里面不知道放了什么的东西。你确定这能喝吗？人第一次摆摊就端出1碗猪食给客人吃，却没想到客人竟然吃得津津有味。不是男人有什么特殊癖好，而是女人做的是胡辣汤，样子虽然不好看，却十分美味。老板娘，你这胡辣汤虽然看起来卖相不太好，可喝起来回味无穷，尤其是配住酥软可口的油条。妈呀，天哪，太浓了，这个味道很上头。走一走，瞧一瞧，油条胡辣汤，你没吃过的人间美味，几文钱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街上的人越来越多，炸油条的香味也飘得越来越远，有的人闻着味就来了。落座的人越来越多，桌子很快就坐满了，剩下的人只能站着吃。不过好在早餐都吃得快，走了一批以后又来一批。此刻的宁婉感觉自己像一个无情的炸油条机器，反复在炸油条中度过。随着案板上的面越来越少，直到最后1点也没了。对不起大家，小店今天第1天是营业，准备的早饭已经卖完了，明天我一定多备一些，尽量让大家都吃上。那老板娘明天多准备点，明天我还来。宁婉笑呵呵跟大家告别，收拾好东西，宁婉带着程燕驾着牛车回家去了。而2人回到家的第一件事，1杯、2杯、3杯、4杯、5杯。宋承玉早上自己解决了早饭，刚收拾好厨房，就见娘和老二贼兮兮的在那里数钱。明明是光明正大赚的银子，怎么搞得好像来路不明一样？程燕，522文钱啊！咱俩竟然1天就赚了这么多钱。宋承彦刚开始收账的时候，还有在记录着赚了多少钱，可后来人太多，实在记不过来了。娘，咱这第1天赚的都快赶上这个月的摊位费了。是啊，1天500文，1个月就是15两银子。照这么下去，咱家马上就能奔小康了。然后给你们再找个后爸。
娘，你们去掉成本了吗？ Oh no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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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你，都给我整阴谋了，都怪我没本事，老来贫困时看气，寒气偏归我一家。宁婉总算是发现了，原来老大的高智商就是为了泼他冷水。如果去掉食材、人力、租金等成本的话，可能只有一半的盈利，不过每个月也能赚7两银子，一年的话就是84两。程燕，我们发了！娘，你们第一天就卖这么好，以后老顾客会越来越多。明天其实可以多制作一些。有道理。宁婉想起今天早上走之前还排那么长的队，她有预感明天的生意也一定不会差。明天要不要请个人来帮忙？乡下的人工费便宜，几百文就能请一个，这样就能把程燕解放出来了。下午，宁婉与宋程燕睡醒后就去街上采购第2天要用的食材，顺便去招个长工。今年41枝花，家里孩子都长大，人狠话少会来事，无牵无挂去做工。哟呵，还挺押韵。婶子，500文一个月跟我做早餐，干不干？哎呦我去！干！孟婶子见宁婉招人开口就给500文，当即就应了下来。要知道在农村，一年能赚4、5两银子已是难得，这一个月500文，想想都被这大意了，给高了。签完契约，孟婶便急着表现，生怕宁婉觉得吃亏不用她。夫人，不如我现在就去您家帮忙吧。明天4更来我家吧，这样程燕就不用早起了，毕竟小孩子还是要充足睡眠。我是一条酸菜鱼，又酸又菜又多余。我是一只黄焖鸡，又黄又嫩又辣鸡。第2天，在有了孟婶的帮助下，宁婉提前了不少时间做好了胡辣汤。当来到摊位时，早已有人在排队了。昨天这个时候路上不都还没几个人吗？老板娘，你总算来了，都等你半天了。你们来这么早，可只有胡辣汤，油条得现炸。谋事，先喝2碗胡辣汤过过瘾。昨天宁婉听取了老大的意见，准备的食材比昨天还多，只是这次卖的时间也只是比昨天长了那么一点，后面排队的人还是很多。幸好昨天就请了孟婶，不然今天我跟程燕就交代在这了。回家前，宁婉提前将食材买好带回了家。当孟婶走后，宁婉和老二又开始愉快的数钱默示，而宋程玉只是上个厕所，又撞见2人在数钱。娘，我这边是831，我这是837。娘，您应该早点做生意的，要不然咱家之前也不会那么穷。傻孩子，做生意也得需要本钱呀，要不是你射到那条蛇，娘现在还在地里种西瓜呢。随着宁婉的胡辣汤卖得热火朝天，镇上很快就带起了一股潮流。以前街上打招呼都是说吃了没，而现在都变成喝了没。而喝过的人对胡辣汤认可感极强，导致没喝过的也都想去排队买1碗尝尝。就这样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宁婉的胡辣汤彻底火出了圈。探店后鼻多，真假厨子说，今天咱们来探一下神秘小吃胡辣汤。不吃别挡道啊！不好意思。但根据能量守恒定律，一人爆火，自然也就带走了其他人的生意。周围同行心里早已怨气冲天，尤其是离宁婉最近的孙家早点铺。叔叔能忍，婶婶也忍不了，我今天非得找他说道。而宁婉此时正在跟老二低头讨论着今天能赚多少银子，结果一转头，就你叫宁婉啊？你家这早点铺子准备开到什么时候？切，关你屁事！眼前这个女人一看就是来找茬的，宁婉自然是对她没啥好态度。你也不打听，我孙二娘在这里开了20年的早点铺子，谁敢不给我一个面子？你把店开在这里，影响了我的生意，你想怎么解决吧？关我屁事！说我影响你的生意，难道不是你不思进取，不想着研究美食？你倒是真是会给自己找理由。你胡说！要不是你来了，我家的生意怎么会受影响？切！像你这种不讲道理的人，还想跟我耍无赖？你可曾听闻大粪村战神宁波皮的名号？宁婉，我不管你说什么理，反正你就是影响我家做生意了。现在我给你2个选择：1，立马带着你的胡辣汤给老娘滚出镇上；2，以后每天赚的钱分我一半。女人靠卖胡辣汤月入100万，没想到却遭同行嫉妒。现在我给你2个选择：1，立马带着你的胡辣汤给老娘滚出镇上；2，以后每天赚的钱分我一半。宁婉2世为人，哪能忍得了这个？我还能受得了你这窝囊气？我也给你一个选择，现在立刻马上滚出我的视线。
你敢让我滚？今天我不教训教训你，你就不知道这花究竟为啥红。我看谁敢动他们。来人一身锦衣，目光坚定，正是上次在燕山遇到的男孩。毛头小子，这件事跟你没关系，赶紧离开，不然就等着跟他们一样缺胳膊断腿吧。这件事跟你没关系，你赶紧走吧。我这个人天生就爱多管闲事，更何况你还救过我的性命，我自然不会置之不理。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，老大老三，给我打，打到他们服气为止。嘿！几个侍卫突然出现，片刻间就将这些彪形大汉打得跪地求饶。一晚你竟然让人当街打人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好一个倒打一耙！你们都别走，我叫了庭长，他马上就回来给我做主，你们就等着赔钱吧。不是，姐妹，你找我碰瓷来了？哼，有意思。没等一会，孙二娘说的庭长便来了。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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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表哥，你可算来了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别叫我表哥，工作时要喊我职务。好的，职务。庭长嫌弃的往后退了退，要不是跟孙二娘家有点表亲，他才不想管这个女人的破事。好了，你告诉我是谁敢在老子管辖的地盘上惹事，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？庭长，我们一直都是秉公守法的良民，是孙娘子来我摊位闹事，才被这位富有正义的小哥阻止。表哥，你别听他们胡说，是宁婉容不下我，想让整条街只有他一家卖早点的，才叫人打伤我的人。要是我主动挑事，怎么会被打成这样呢？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啊！有道理，这事我一定会给你讨回个公道，让欺负你的人付出代价。还是表哥靠谱，就是那个矮个小子使坏人打伤了我的人。你们胆敢当街行凶，殴打无辜平民，速速放下手中武器，免得遭受皮肉之苦。此时一辆写有居安学堂的马车来到众人身边，是居安学堂的院长。据说居安学堂的院长背景通天，连府衙老爷在他面前都要恭恭敬敬。然而让庭长没想到的是，院长竟站在了矮个子少年的身边。庭长这时才仔细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少年，一身锦衣雍容华贵，身边站着的几个侍卫也个个身姿端正，腰间都佩戴着一个令牌。那是京城来的那位小诅咒。姐夫，你竟然骗我！明明是你找事要砸宋家的铺子，现在还有脸来倒打一耙？表哥，滚！刚刚庭长还一副要给孙娘子出头的样子，没想到咱们想多了。小公子受惊了，这妇人败坏我们镇上的风气，我已经替您教训他了。接下来我还会通知街上，以后不再租给他店铺。这样的结果，您看还满意吗？少年顿感无趣，这庭长前后两副嘴脸他都看在眼里，想必是认出了他的身份。庭长笑得谄媚，还想接着巴结宁泽成，却被宁泽成一个眼神就吓得识相滚了。院长，他就是我跟你说射了我30只鸽子，还救了我的人。宋夫人，您真是教子有方，幸好泽成在燕山得您和程燕的相助，否则老夫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家的长辈交代。哪里，都是程燕自己的功劳。我这基因也太牛逼了！这位就是前几天我跟你们说的小贵人，我叫宁泽成，是永昌伯爵府的嫡长孙。哟呵，本家啊，我也姓宁。泽成这次是专门为程昱来的，不过自从那天被程燕救了以后，就一直在找他。泽成在京城也有专门的夫子练习他文武，可剑术这一块一直进步不大，所以就想让老夫帮忙问问程燕考不考虑收个徒弟。可是我不会教人啊。院长，你觉得靠谱吗？程燕没有系统性的学习过剑术，更没读过什么书，也不知道那些理论知识，要让他去给人当师傅，他恐怕只会说一句菜就多练。要不这样，程燕不收徒弟也行，可以以永昌伯爵府嫡长孙朋友的身份，与泽成同吃同住同学习。同吃同住同学习，那是要我去京城吗？令婉听说要去京城，心里咯噔一下，没想到这么快，老二的剧情就要开始了。程燕，你以前不是觉得山上的猎物少吗？若进了伯爵府与宁小公子做同窗，待皇家围猎时，他应当可以带上你。我可以带你进皇家猎场，京城里经常会举办大大小小的围猎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围猎可好玩了，里面好多的猎物，打都打不完，就是我剑术不行，每次都射不到几只。你要是来了，保准次次都能拿第1名。好，我跟你去。不行。宁婉就见这俩孩子越讨论越激烈，俨然一副志同道合的样子，眼看着老二就要答应了，突然一个急转弯，差点闪了宁婉的腰。为什么不行？不带这么玩人心态的。我娘准备在镇上开间饭馆，小弟现在在学堂读书，
大哥也在准备丧事，我到时候要去给我娘帮忙。程燕，娘只是暂时想开个饭馆而已，并不是以后都在乡下开饭馆。等你大哥进京赶考的时候，我就带他们来找你。宁婉说完便有些后悔了。院长一心想要将老三程院培养成下一个宋承玉，要是学1-2年就去京城了，还不得气死啊！这个到时候看情况嘛。院长大人，你也不能一直让我们母子4人两地分离，是不是？以程玉的发展来看，你们迟早要去京城的。罢了，反正我也是来乡下养生的，待了这么多年也快腻了。倒是程院要去京城，我就跟你们一起回去，总归也是好多年没回过了。院长，我真是太感动了。古有孟母3000，今有院长为学生搬家。你是我的福气。目光抚越我地区的迷回，悬臂却难别冷天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过几天则程回京城的时候，就让程燕跟着一起去。宁小公子这几日在镇上玩的可还行？要不要让程燕带你再去转转？好啊，我正觉得一个人有些无聊呢。娘，咱们的东西还没带回家收拾呢，而且你也不会驾牛车。我让侍卫帮你把东西送回家，他们什么车都会驾。身后什么车都会驾的侍卫们一阵无语。当初他们在城里都是驾马车，什么时候练过牛车？女人穿越古代摆摊卖早餐，3天时间就喜提人生第1辆车，然而却差点让人整报废。抓紧了，我要发车了。师傅，你停车，我要下车。下什么车呀？刹车都坏了，大家抓得紧的，下到坡了。看来等程燕走了以后，还得雇一个驾车的。时间一晃，便到了宋程燕要跟随宁泽成离开的日子。上车吧，程燕，等到了京城就给娘写信。娘，院长说今天会让程院来给我送行，怎么还没看见程院？是出什么事了吗？院长那么喜欢程院，应该不会出什么事情。而且再过几个月就是中秋了，到时候你也可以回来看他。宁婉的话打消了程燕的疑虑，她背着包袱就上了马车，而宁婉也是有些担心，便独自来了居安学堂。娘，你来了。你谁啊？娘，我程院啊。我想起来了，你前几集出现过。娘，你来了真好，我都没能去送二哥。没事，你二哥不会生你气的，他跟娘一样都在担心你。快告诉娘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齐藤的玉佩丢了，他非说是我偷的，可是我根本就没有拿他的玉佩。哼，你别装了，有人看见就你进过我的屋子，不是你偷的还能是谁？住口！齐藤，没有证据不可随意诬陷同学。原来是被人误会了，这原书里老三也是倒霉，走到哪里就有人丢东西，每次都被人诬赖，还偏偏解释不清楚。唉，我们程院是不可能偷东西的，我相信他。娘，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个宝。大柱，咱们还是先说正事吧。院长，齐藤的玉佩是什么时候丢的？您这边有什么线索吗？是早上，齐藤出去吃个早饭的功夫，回来就没了。有学生说看到程院进过他房间。娘，我确实进去齐藤房间了，但是因为齐藤房间门开着，衣服掉到了地上，我就帮他捡起来放在桌子上，随后关上门离开了。为什么别人看见都不帮我捡，而咱俩并不熟，你却帮我去捡衣服？你说你这不是做贼心虚是什么？咱们的目的是找回玉佩，不是在讨论良心问题。这个问题咱们先放一放。院长，可否将那位人证叫进来，我问问。人证有2位，我去叫他们进来。何之，你说说早上都看到了什么？早上我去上厕所回来，路过齐藤房间，见宋程院进去了几秒钟，又很快出来了。他俩平时关系一般，我还以为是他们最近玩上了，结果没想到齐藤当时没在屋内。也就是说，
你只看到程院进去过，但没见到是不是他偷的玉佩，也没有看到还有没有其他人进入齐藤的房间。是这样没错。那这位同学有什么别的证据吗？我是程燕的朋友，早上他吃完早饭就回去了，我们两个没有在一起。齐藤丢东西后，程燕虽然没有在房间，但我相信他是不会拿人东西的。宁婉听了这话，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眼前这人无凭无据地说相信程院，但是却不经意间坐实了程院有作案时间的嫌疑。所以你是程院的证人？是的，我跟程院关系非常好，我相信程院不会做出来这种事。娘，彭章是我在这里唯一的朋友，其他人都不怎么和我说话。好了，程院，娘知道了。院长，让孩子们都出去吧，留下齐藤，我有办法找回玉佩。娘，我也要出去嘛。去吧。看吧，偷东西就是偷东西，他娘来了也没用。也不知道一个没有来历的穷小子是怎么混进聚安学堂的。院长对他那么好，现在好了吧？偷东西简直是引狼入室。我没偷东西，就你进过齐藤的房间，说不是你偷的谁信啊？就是，而且就你最有偷东西的动机，谁不知道就你家最穷。等结果出来了，让院长把你赶出去，我们才不要你这样的人当同学。宋承院被气得浑身发抖，他真的很想动手让这些人闭嘴，可是他娘还在屋里为他找真相，他不能这么冲动。约莫1刻钟，院长带着宁婉和齐藤走了出来。刚刚齐藤的父亲已经知道了玉佩丢失一事，便让人传信说那玉佩有可追寻的办法。早前他就猜到齐藤肯定会偷偷带来玉佩，为避免丢失，所以将整个玉佩都在一种药水里浸泡过。药水泡过的玉佩夜间可发光，而摸过玉佩的人手上也会沾染一层肉眼看不到的荧光。这种辨认的方法老夫已经知晓，现在就请所有人伸出你的双手，让老夫看看是谁的手沾了这种东西。熊小伙上了贵族学校，却受到了同学的排挤，更是怀疑他偷了同学的东西，要将他赶出学校。而女人却用一句话就证明了儿子的清白。在场的学生依次伸出手，只有一个人在扭扭捏捏。院长，我就不用摸了吧？玉佩丢的时候我没有在后院。都摸一下，不是你拿的，你怕什么？彭章听完院长的话，无奈的只能慢慢抬起手来。院长摸了摸他的手心，有些微湿的薄汗。彭章，你跟我到内堂来。院长，不是我偷的玉佩，你怎么能光凭摸个手就能断定是我？彭章，交出玉佩，此事上有回旋的余地，否则真闹到见家长，只怕你父亲脸上也不好看。宁婉跟院长其实没有确切的证据，刚刚他建议院长去摸学子们的手，其实就是想炸一炸嫌疑人，而人群中也只有彭章最为可疑。别通知我爹，我说玉佩是我拿的。彭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还不是院长对你太偏心了。我爹给学堂交了那么多的学费，也没有见院长对我有一点点额外的好。我只是希望通过玉佩丢失的事情让院长把你赶出去而已。院长，我知错了，求您千万不要告诉我爹，不然他会打死我的。宋承院看了看彭章害怕的样子，有些不忍心。院长可以不告诉他爹吗？彭章是我在这唯一的朋友，我不想让他挨打。林夫人，你看着。娘，院长，此事我们就不追究了，至于怎么处理都看院长的了。闹剧结束，宁婉带着程院回到小吃摊。哎呀，当老板的感觉就是爽啊，啥都不用干，就等着收钱。时间很快到了中午，街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。孟婶，咱们回家吧。可是程燕走了，咱们都不会驾牛车，这些东西怎么拉回去呢？程燕走了，摊上也缺人，要不我再去招一个会驾牛车的人来。是要再多请个长工了。今天的生意又比昨天好了很多。我在镇上生活了几十年，从来没见过哪家摊子这么火爆。古代的人才市场跟现代差不多。宁婉列了条件和待遇以后，立马就有很多人应聘。最终宁婉挑了一个30多岁的汉子，以600文1个月的价格定下了他。男人将几人送回家后，宁婉把男人留下吃午饭，准备让他下午带着自己跟程院上街寄信，以及购买明天的食材。而当宋承玉从屋里出来的时候，就见一个比自己娘年纪略大一点的陌生汉子出现在家里。娘，这位是……在宋承玉看来，宁婉从来没有跟年龄接近的异性男子有过什么接触，更别说带人回家了。现下这样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他家里，让宋承玉很难不多想。这位是……宁婉刚想介绍男人是他新招的长工，却突然注意到宋承玉的脸色不对劲。等等，老大这是什么表情？不对不对，老李第一次来，老大根本不认识他，唯一的可能就是……
你觉得他是谁？你们的后爹吗？哼！宋承玉也是个有眼力劲的，见娘生气了，当即收住了那离谱的想法。嘿嘿，这是娘今天新请的长工吧？幸好这小子智商恢复正常了，要不是我脾气好，上去就是梆梆2拳。自从宁婉雇了长工，每天只需要将早饭做好后交给2人去卖，自己则解放了出来。随着生意越来越好，宁婉的野心也越来越大，在街上物色了个铺子，准备回家跟宋承玉商量一下。我故意的笑，又故意的笑，笑看红尘人不老。我故意的笑，哦吼！哎呀呀，这是什么风把村长您吹来了？村长原本跟宋承玉谈得正开心，结果一回头看见宁婉以后，别提多闹心了。我最近也没干啥惹人民愤的事吧？村里人都被原主得罪遍了，一有事村里人就去找村长，都给村长搞出阴影来了。娘，村长又来给我送银钱来了。不是找我的就行。这是村里人给程玉凑的钱，程玉你可要放好了，小心造了贼。村长说完还瞪了宁婉一眼，带着一丝防备。谢谢，有被内涵到。村长，这银钱你拿回去吧，程玉不会收的。宁婉不仅不会让老大收，还准备将村长给老大送过的钱全部列一列，等他下个月攒银子，便挨家挨户的送过去。宁氏，你是不是又想让程玉放弃考试回家给你干活？你这妇人怎么如此没有远见？程玉大好的前途，你怎么忍心让他放弃？我没让程玉回家干活，你见我啥时候使唤过他？家里的活明明都是程燕干的。村长一听他说都是让老二干的，更气了。你也好意思说，老二也才8岁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你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？我比窦娥还冤啊！是老二自己爱打猎。村长，这钱您就拿回去吧，我现在读书不需要钱了。说什么傻话！现在程燕不在家，也没人上山打猎，你家怎么拿得出银钱供你读书？嘿嘿，终于轮到我装个杯了。村长，这个您就不用担心了，程玉的学费以后就交给我了。就你不拖程玉后腿都不错了，还能管程玉学费？村长，我有被冒犯到。宁婉见村长不信，便跟他说了自己在镇上的情况。那胡辣汤竟然是你卖的，那为啥你以前不干？我之前不是没本钱吗？没有发挥的余地，现在是有了本钱才开始做生意呢。你现在知道对孩子们好还来得及，你几个儿子都这么孝顺有本事，将来你老了必定会好好侍奉你。村长，我怎么总感觉你是在给我画大饼呢？这饼又大又圆，我吃不下。有人将现代美食带到古代，没成想竟引起了全城的轰动，更有人豪掷千金，只为尝到一口女人亲手做的食物。而事情的经过还要从几天前说起。宁婉吃完村长给他画的大饼，便跟宋承玉商量起了正事。程玉，我相中了一个铺子，老好了，我在想要不要请2个厨师，他们2个负责常规菜系，我负责新菜品，这样既可避免我忙不过来，也可避免镇上人对新菜品不适应，不敢来尝试。娘，你做的东西很好吃，想法也好，我对你有信心。我实在太感动了。有了宋承玉的支持，宁婉粗略的算了算费用，按照现在胡辣汤铺子的利润，再多攒5天的收益就够开店的开销了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就是5日后。宁婉新店开业，门口就已经被胡辣汤的老食客给围得水泄不通。感谢各位对小店的支持，本店正式更名宁氏饭馆，从今日起供应1日3餐。而且为了感谢新老顾客的支持，本店现推出3天半价活动。门外原本凑热闹的人，看见这大红纸上面明晃晃的半价2字和菜的名字，瞬间来了兴致，蜂拥着进了饭馆。这也太好吃了吧！恕我直言，水煎包比油条更配胡辣汤。明明豆浆与油条才是绝配。这是啥呀？这也太好吃了！再来一口。由于门店和人工的扩大，宁婉准备了比往常多2倍的早饭，没想到很快就卖完了。有些无视的客人直接等在这里要看看中午的新菜品，而宁婉完全低估了全店5折对人的吸引力。虽然宁婉提前准备了许多菜，可每道菜的制作流程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，哪怕她一次做很多的量，也依然供不应求。老板娘，我来帮你切菜吧。我这是在做新菜，你不会？多大点事，看你做我都会了。那你帮我把萝卜切成丁吧。搞定，切好了。你看，大的小的都有。你真厉害啊，李大哥。一般，
这可能就是天赋吧。我曾经也有一个当厨师的梦想。你坐一边歇一会吧，我还可以帮你把这些都给切了。不用了，李大哥，我自己来就好了。快坐一边歇一会吧。前面的客人等得着急，宁婉在厨房被催得头大。一整天的时间，宁婉感觉过得格外漫长。她只知道自己在厨房从早忙到晚，锅铲子都抡冒烟了。哎呦，我的老蛮腰！之前在街上摆摊的时候，感觉这钱赚得跟白捡一样，现在只觉得我这把老骨头要交代在这了，真是没有一文钱是好赚的。转眼来到晚上，饭馆里的人也渐渐散去。大家都辛苦了，我估计接下来这2天客流还会很多，所以这3天的工钱我会给大家按双倍计算。刚刚还劳累不堪的众人，听闻工钱双倍之后，一个个瞬间就像打了鸡血一样。大家要相信，努力付出是会有回报的。如果店里生意好，大家的工钱也会跟着涨的。饭馆打烊后，宁婉到家已经快是3更天了，屋里灯火还亮着，窗户上映着老大看书的身影。宁婉进门后蹑手蹑脚的，就怕吵到老大。娘，你饿吗？我给你留饭了。宁婉刚想说不饿，结果宋承玉就直接去厨房端饭了。哇哇哇哇哇！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老大岁数才这么一内内，就这么暖，长大了还得了？不得霍霍老多小姑娘了。唉，娘，忙到这么晚才回来，想必生意很好吧？是挺好的，今天来的人大部分都点我新研制的菜，都快累死了。那娘为什么不将新的菜品交给厨师去做呢？交给他们，万一他们将配方泄露怎么办？娘，咱们只需要跟他们签订保密契约就可以了，只要违契就要赔偿很多金额，他们自然不敢泄露。可是假如违约金是100两，但对家要是出1000两来买通我们的厨师，那咱们不是照样完蛋？而且怎么确定是他们泄露的？证据很难取证吧？宁婉此刻都怪自己平时只看爽文小说，都没看点发家致富的，搞得现在完全成了一个古代法盲。娘，契约也分很多种，你可以选择与厨师签订按照损失来赔偿的契约。若厨师泄露秘方出去，他给您造成多大的损失，您就能向对方索赔多少。如果情况严重，甚至能加倍索赔。所以不用担心约束力不够哦。那程宇，你快帮娘你2份契约，我明天就带过去给他们签。嘿嘿，我绝对不是想偷懒，我只是想早点把那俩厨师教会，就重点发展新菜品。第2天，宁婉到了店里，第一时间就找到2位厨师，将自己要教他们做菜的想法和契约内容讲了出来。大家要好好考虑下，签下契约后就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出去，包括你们的亲人，否则饭馆一旦产生巨大的损失，那便全是你们来赔。俩厨师一听这话，果然被吓得不轻，当即有些犹豫，还要不要签。不过大家放心，我这也是为了饭店好，只要大家忠心保守秘方，便什么事都没有。而且掌握了秘方的人，日后跟着我肯定会有赚不完的银子。厨师们昨天见过宁婉随口就说给大家双倍工资的样子，对宁婉的信任也多了很多。好，我签。我相信宋夫人是个好老板，跟着宋夫人肯定能赚大钱。那我也签，我实在好奇这些菜是怎么做出来的。等厨师们按上了手印，宁婉就在厨房内开启了教学模式。2人不愧是资深厨师，宁婉只讲了一遍配料与制作步骤，只用了1天的时间，做出的菜就已经完全符合宁婉的要求了。我哩个乖，老师傅不愧是老师傅，一点就通，带起来太容易了。而制作老丁头的老李大哥，此刻受到了1万点暴击。时间很快便来到了3天打折的最后1天，人流已经不知道比第1天翻了多少倍，而宁婉已经完全放手，将后厨交给了2位厨师，自己则在前面帮忙。正当宁婉沉浸在报复的喜悦中时，这不是隔壁桃花醉的齐老板吗？他来干什么？多好的蘑菇啊，扔了怪可惜的。啊，老大，好多小精灵！大夫，快来啊！大夫，我娘也中毒了。胡说啊，蘑菇怎么可能有毒？应该是我没做熟。齐老板，来这有什么事情就开门见山的说吧。宁老板果然快人快语，齐某其实是想用500两银子换贵店2成的收益。哎呦我去！500两2成收益，这是要入股的节奏。齐某有幸吃过1次宁老板做的菜，味道独特，辨识度很高，所以在下想跟你合作，咱们一起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吃过1次就投资500两，难道这齐老板是另有所图？婉妹妹，我宣你，我的脑和我的心，我全身上下每一个器官都在说着我宣你。你喜欢谁？宁婉，我宣你。不
宁老板别多想，我只是有预感，你研发的这些菜会爆火，想收回成本会很快。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，哼，你都说很快了，我为什么还要你的银子？我自己赚钱不是更好？宁老板说笑了，你家老大不过10岁就中了秀才，老二也已经进了京，你早晚也要跟着离开镇上。你离开后，镇上的饭馆总要有实力的人打理吧，否则生意如此火爆，必定会被觊觎。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厅长罩着。齐老板说的正是宁婉所担心的，未来他肯定要进京了，到时店铺无人照看，确实容易出事。宁老板可以好好考虑，齐某也不着急，你若有意向了，可以来找我。该说不说，宁婉其实有点心动了。这个齐老板不仅把宁婉的底都摸透了，还把他所有想到的、没想到的点都考虑到了，而且开出的价钱也很合适。等忙到大半夜，人群终于全部散去。开业这3天大家辛苦了，明天开始菜品都恢复正常价格，大家就不会再像这几天这么累了。还有一件事就是明天我准备让大家2班倒，保证大家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5个时辰，吃好睡好，别累坏了身体。老板娘，从现在开始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。宁婉到家以后就跟老大说齐老板要投资他的事。这个齐老板提的条件很好，只不过价钱方面我觉得还可以再谈。你就是嫌500两少呗？娘，我不是嫌少，而是觉得您值得更多。宋成玉的话差点给宁婉 CPU 干烧了，总觉得这些话有些熟悉。这家伙是不是在 PUA 我？娘还没吃饭呢吧？我去给你热饭。不用了，我回来的时候在路上采了点蘑菇，一会我给你露一手。娘，蘑菇不能乱吃。这种蘑菇以前我经常吃，你坐着等会。蘑菇来喽。好吃吗？你要不要尝一口？好吃。程宇，你在干什么？那个感觉好像有点像耗子药。大夫，我感觉他好像中毒了。什么好像？他就是中毒了。这么多人，好热闹啊！多好的蘑菇啊，扔了怪可惜的。啊，老大，好多小精灵！大夫，快来啊！大夫，我娘也中毒了。胡说，蘑菇怎么可能有毒？应该是我没做熟。第2天5折活动结束后，客流虽然少了一些，但是被新菜品吸引过来的也不在少数。整体来说，还是比他摆摊时客人多不少。店内现在是5个人，2班倒的话，至少需要6个长工，再去招1个就够了。宁婉之前招过几次人，便轻车熟路的去了人才市场，结果还没等进门就见到了一个熟人。哟，这不是宋家少奶奶吗？你不天天等着你儿子伺候你，怎么还出来干活呀？这里是你家开的，你管我？谁敢管你啊？谁不知道你家老大是大燕国最小的秀才，老二去了京城，老三又免费进了镇上最贵的居安学堂，谁能有你舒坦？宁婉本来不想搭理张葵花，可他却没完没了的上蹿下跳。你没完了是吧？以为谁想跟你说话呀？自作多情。宁婉很无语，不明白这种人的乐趣在哪里。不过他真的不想计较，在这种人身上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。跳梁小丑。宁婉没再管他，直接就进到了里面。夫人，您这次是需要什么样的长工啊？这次我只招1位店小二，男女不限，最好年轻些，手脚麻利的。今天刚好来了2个新长工，想找饭馆里的工作，而且都挺年轻的，我带您去见见。宁婉刚跟着进到院内，就听见张葵花的声音。哟，宁婉，你也来找工作吗？就你这小身板，干得了什么？衙人大姐，这个宁婉干啥不行，吃饭第1名。要是你把他推荐给饭馆老板，人家用完发现他那么懒，肯定会怪你的。张葵花喊完以后正得意着，觉得自己肯定少了一个竞争对手。张葵花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宁老板是来招长工的，谁跟你说他是来应聘的了？你说什么宁老板？你说宁婉玩呢？就他。衙人大姐，你跟宁婉是一伙的吧？就他家那条件，耗子去逛一圈都得抹泪走，还招长工，还宁老板，可真是笑死我了！就为了让我心里不舒服，在这跟我演戏，至于吗？宁老板别生气。衙人原本还觉得张葵花挺符合宁婉的招工要求，年轻麻利，可谁知道这女人不仅跟宁婉认识，还处处跟她作对，想必2人关系也极差。快把这个疯女人给我拉出去，以后不准她再来我们这里找活干。你们干什么？我是正儿八经找活干的，你们凭什么要赶我出去？张葵花被拉着走的时候，看见宁婉跟衙人定下了之前跟她在一起的竞争对手，眼看着就要签合同，张葵花这才意识到宁婉是真的要招工人。宁婉，我们可是老乡啊，还是一起嫁过来的媳妇，咱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，你要招工肯定要优先选我呀。
张葵花，你心里但凡有点数，都知道我不可能再用你。究竟是谁给你的自信，让你死乞白赖的跑回来？张葵花做人一向能屈能伸，哪怕宁婉这么点明了骂她也不介意。只要能签下这份优厚的契书，她干啥都愿意啊。宁婉，你就选我吧，我可能吃苦了，绝对保证把活给你干得漂漂亮亮。签契书吧，别让这个人耽误我时间，一会店里还要忙。宁婉，你非要不给人活路是吗？你点阳光你就灿烂，给你点洪水你就泛滥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你这是要考研呢，一套接一套的，给个痛快话，用不用我？你凑近点，我告诉你哈。打他！宁婉，你不讲武德，搞偷袭，救命啊！杀人了！光天化日之下谋害良家妇女了，也不嫌害臊。张葵花见在场的也没人管他，只能灰溜溜离开了。啥也不是。宁婉回到饭馆，就将新人交给了孟婶去带。婶子，你带新人，以后你们几个两班倒。那感情好。宁婉将人员配齐，自己也算彻底从饭馆中解放了出来。闲着无事的宁婉便早早的回家去了。哟呵，蘑菇，红伞伞，白杆杆，吃完一起糖拌拌，糖拌拌，爱闪闪，亲朋都来吃饭饭。老大，没吃饭呢吧？晚上给你露一手。当宋承玉看清宁婉手上的蘑菇时，昨晚的经历浮现在脑海当中。娘，蘑菇有毒，咱别吃了。胡说，明明是我没做熟，你再相信我一次。唉，所以爱会消失，对吗？娘，所以你还是会心疼娘的，对不对？以后再也不吃蘑菇了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啊！我这西瓜总算种出来了。呦，这不是宁老板吗？这距离我们赌约已经过去大半个月了，你的10两银子赚到1两了没？可别跟我说赔的裤衩子都没了。要是赔完了，记得跟我说一声，我好去你家收我赢的那2亩地。这老毕太太本来都忘记这事了，非得来提醒我。老毕太太，你家有几亩地来着？我记得是5亩吧？是啊，不过很快就要变成7亩地了。等你家那2亩地赔给我以后，我会念再跟你邻居一场，每年分你2把麦子的。每年分2把麦子，这个主意不错。你在哪偷偷嘀咕什么呢？你可别想耍赖，村里好多人都能给我作证。你要是抵赖不给我地，我就去村长那里告你。哟呵，这连要账的办法都替我想好了。行吧，老毕太太，那下午咱们便去找村长，让他帮忙更换土地种植权。哎呀，没想到你还是没啥长进，那可是2两银子，我以为你得好几个月才能赔光呢。不过也对，你做饭这么难吃，恐怕没少有客人来砸招牌。下午，宁婉先去镇上将银子换成了铜钱，才驾着驴车来到了村长家。而老毕太太将自己与宁婉打赌的事情闹得满村皆知，闲来无事的村民也都来到了村长家门口看热闹。宁婉，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呢。宋宁氏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开饭馆之前，老毕婶子找我打了个赌，赌我的饭馆能不能赚到10两银子，赚不到就赔2亩地给他，反之他就要赔我2亩地。现在结果出来了，老毕婶子就是来跟我做转让的。村长，这是宁婉自己亲口承认的，大家伙都听到了，您可不能偏私啊！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转让给我。是啊，村长，老毕婶子说得很对，我们可以转让土地，而且都是自愿的，有大家见证的。宁婉，你放心，这土地给我毕婶子后，保管种得好好的。好，既然你们都没意见，我为你们做见证，只是转让过后，任何人不得再有异议。好，我要准备接收地了。这么大一袋子的铜钱，被老鼻子钱了吧？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我在镇上开的饭馆是咱们镇上第2大的饭馆，现在每天都能盈利4、5两银子呢。多少？4、5两？我读书少，你可别骗我。怕你们不信，我特意将10两银子全都换成了铜钱，村长要不要看看是不是真的？你背了10两银子的铜钱？是驴背了10两银子的铜钱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
你是不是找人借的？是不是居安学堂的院长借给你的？我知道他与你家关系密切，但是你要想用这个来骗我，那就想都不要想。愿赌服输啊，老毕婶子，大家都看着呢。你要是敢在我宁婆皮面前耍无赖，我让你出不了这个门。不，我不服气。宁婉，你没证据证明这是你赚的银子，随便拿10两银子就来糊弄我，当我这么好骗的吗？要证据是吧？那你再看看这个。我不识字，让村长看。围观的也都十分好奇，宁婉究竟是做了什么，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赚到这么多的银子？村长，他是做的假账吧？我就知道这账本是他找人连夜编的。村长被震撼到了，他是万万没想到宁婉这么短短的一段时间，竟然真的赚了那么多银子。这账本是真的？不，我不相信，宁泼皮怎么可能赚到10两银子？我不信，谁也别想动我家的地，否则我就死给你们看！你们都欺负我这个老婆子，没天理了！老毕太太，是我最近脾气太好，所以让你产生了敢对我动手的误解了吗？赔你就赔你，谁稀罕啊？不就2亩地，都给你，种这么多地，累死你！奶奶个腿！至于吗？2亩地就要跟我拼命？宁婉见事情已经了结，便将满满1袋的铜钱交给了村长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听程玉说，当初借村民钱的花名册在村长这里，正好因为老毕婶子的事情，我就直接将钱给带了过来，想把欠大家的银子都还了。简直胡闹！程玉爹死得早，你们孤儿寡母，赚银子很难，所以村里人当初凑钱给程玉读书的时候，就没有想过让你们还。程玉从小就聪明，天生就是个读书的料，乡亲们又怎么忍心看他一辈子在村子里寂寂无名？那我就不管了，钱我放这了，分不分就是你们的事情了。程玉，咱们走回家了。宋宁氏还没等村长说些什么，宁婉早已经跑得不见了踪影。大家都过来吧，程玉娘还大家钱了。而当宁婉与宋程玉向家走时，却见到许多村民在围观着什么。这位大哥，你们在看啥热闹呢？前面宁泼皮家被一群官兵给围了。注意看，这个单身女人刚回家，却被陌生男人给拦住了。只因男人发现眼前的女人长得好像他妈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礼貌吗？我虽说已经嫁人了，可好歹也是个女人，你上来就问名字，是在下冒失了，在下永昌伯爵府嫡长子宁恒。永昌伯爵府，你是宁泽成的爹吗？嫡长孙的爹应该就是嫡长子吧？泽成是我的儿子。宁大人，上次您小公子已将来意说清，我也决定了不接受伯爵府的帮助。您这次来，原本我确实是为此事而来，但现在我有了更重要的事情要确认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家还有什么比老大更吸引伯爵府的事情吗？当然有，那就是你。不知能不能告知你的名字？我见你与一个故人长得实在太过相似。朋友，你这都当爹的人了，还跟陌生女人搭讪吗？宁婉因为宁泽成的原因，本来对他还有些好感，但见男人如此梦浪，也是半点也无了。宁婉已婚。宁婉凶巴巴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，顺便还提了一下他已婚的事实，试图提醒宁恒别再打他的主意。只是让宁婉没想到的是，宁恒听到之后更兴奋了。婉儿，真的是你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宋程玉直接挡住了试图靠近的男人。少年清冷的面容虽然斯斯文文，但是骨子里却有一股傲气。宁大人，请自重。哼，你不过一介书生，年龄体力皆不如我，更何况我还有那么多侍卫。若我想对你娘做什么，你以为你能挡得住我吗？挡不住也要挡。若想动我娘，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，否则但凡我有一口气在，绝对要将你碎尸万段。宁婉看着挡在他身前的老大，突然觉得老大又长大了一些，好像比之前更高一些。你娘有你这个儿子是她的幸运，也是伯爵府的幸运。我们伯爵府的孩子就是有担当。什么伯爵府的孩子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娘宁婉是我们永昌伯爵府走失的嫡长女。开什么国际玩笑？我不就是一个在书里开局就挂了的农村老泼皮吗？怎么成了伯爵府走失的嫡长女了？宁大人怕不是认错人了，我娘有父母，他们不是伯爵府的人。你娘走失的时候不过3、4岁，应当只记得名字，却不记得家里的事情。至于你所说的外祖母，也可能是收养你娘的人。宁婉一开始为了开饭馆编了一些故事，刚刚还在想接下来怎么圆，没想到宁恒直接帮着圆了过去。对，我记事的时候都是4、5岁了，之前的事情确实不太记得。听到宁婉这么说，宁恒更确定了，眼前这个人就是伯爵府找了20多年的嫡长女，也是他的亲妹妹。婉儿，整整21年，你知道我们伯爵府是怎么过的吗？为了许你翻遍了整个大江南北，
却没想到你竟然在这个小村子里生活了这么多年，还早已嫁人生子。你真的确定吗？要不要做个亲子鉴定？原书里对于宁婉的描写不多，宁婉只知道自己是个炮灰恶毒娘亲模板，鬼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。而且现在是宁婉也不是原主，认不认亲都一样。况且她也不想依靠伯爵府，以免再发生什么错认的尴尬，让人体会过亲情再狠狠失去啥的，太狗血了。我即刻传信给父亲母亲，待咱们回京后马上就滴血认亲。亲亲就算了，我只想跟我儿子在家里好好的赚钱种地，不想这么早去京城。而且我觉得你应该是认错人了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人，未必是你的妹妹。这不可能，我不会认错的。你跟母亲年轻时候长得真的很像。宁恒认定宁婉是自己妹妹以后，非要留在他家里住着不走。我凑合睡你二儿子的房间就行，不用特意将主卧让给我。给你脸大的，谁让你住主卧了？你离开我家行不行？宁婉气得想把他扔出去，但是迫于打不过他的那群侍卫们，只得作罢。为了躲宁恒，宁婉一早就去街上看铺子，只不过他前脚刚走，侍卫们便悄悄告诉了宁恒，走去给我妹妹添点生意去。而宁婉刚到饭馆，几个官差便走了进来。宁老板，我们哥俩此次前来是奉了县太爷之命，有件事要跟宁老板商量的。不知县太爷有何吩咐？县太爷为了全县的学子们都能读得起书，准备修建一个书铺，买入书籍后再低价卖给想要读书的学子们。但是因为资金问题，所以特来问问宁老板可愿捐款。书铺捐款，县太爷希望我能捐多少钱？县里注重科举，给学子们低价买书是好事，让宁婉捐款也没什么问题。可就是突然单独找上门来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好像强买强卖一样。县太爷希望您能捐款200两银子，若一时拿不出来，每个月捐款50两也可。这点银子，以宁老板的饭馆盈利来看，应该只是一些小钱吧。多少？每月50两，小钱？你接哪家小饭馆，随随便便能一个月拿出50两捐款？别说我现在拿不出，就算拿得出，也不可能拿这个钱。宁老板是不打算支持县太爷了吗？官若为真心为民办事，就不该强逼其他百姓。我现在甚至怀疑你们究竟是不是官府里的人。宁老板，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。你信不信我们哥俩马上就能给你安个在饭菜里下毒、恶意毒害百姓的罪名？到时候别说你这饭馆，就你本人也要被关在大牢里吃一辈子的牢饭。宁婉见过商户之间因为眼红而找事的，也见过地头蛇来要保护金的，这还是头一次碰着官府以捐款名义暗中敲诈勒索的。当官不为民做主，反倒只想着捞钱，算个什么父母官？竟敢在饭馆里下毒药谋害百姓，给我将这个黑心的老板拿下！一个死了丈夫的妇道人家，只怕这么一下马上就要服软了。当着我的面动我妹妹，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吗？那个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她有多高啊？她1.6米啊，但是她蹦起来的话有1.8米那么高。那她有没有什么正式编制？坐过牢算吗？那她杀过人是吗？现在已经变得很好了，都不会乱杀人了。你看她过来路上都没有把我杀掉。人看着还比较稳重的哈，200多斤，必须稳重。听说她还离过2次婚是吗？是啊，胆子大又有魄力，拿得起又放得下。当着我的面动我妹妹，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吗？竟然敢阻拦官府办案，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？混账东西！礼部侍郎在此，还不赶紧叫你们县太爷过来！礼部侍郎正3品官职，而县太爷只是个小小的7品官，官大1品就已经要压死人了，更何况还是压了整整的4级。2名官差差点吓瘫了，连滚带爬就跑了出去。你这么自曝身份，会不会有什么麻烦？宁婉记得宁泽成之前来的时候都很低调，就算上次帮他打孙娘子的时候也没有说出身份，他以为是低调点不容易有危险，可宁恒却表现得毫无顾忌。我乃朝廷命官，有官职有背景，谁不要命了敢动我？切，没人动就没人动呗，瞧给你能的。说实话，我都替你发愁，你这3品官怎么当的？这官差一回去报信，县太爷肯定在来的路上就想好说辞，我看你怎么抓他。一个小小的7品芝麻官，我抓他还用理由？妹妹，你莫不是以为我这个3品官是父亲买来的？宁婉虽然什么也没说，但也是一副默认了的表情。你俩去接接县太爷，路上可别墨迹。诺。下官拜见宁大人。
大人突然降临笔县，下官未去迎接，实在是下官的不是。知道叫你来什么事吗？下官知道，刚刚来的路上，2位大人已经跟我说了，都是这2个临时工，假借我的名声来强迫商户捐款，实在是罪大恶极。宁大人放心，下官回去一定严惩这2个狗东西，叫他们以后再也不敢出来祸害百姓。看吧，叫你自报身份，人家把自己摘干净了，都是临时工干的。你解释一下吧。县太爷见到熟悉的账本，吓得差点没当场昏过去。宁大人饶命，下官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不就是个账本吗？怎么吓成这样？宁婉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小小一个册子竟然记满了整个县城所有大商户的捐款记录，上到几百两，下到几十两。这些商户几乎每年都在被迫捐钱，这么大一笔巨款，别说资助学子们低价买书了，就算白送都花不完。我了个乖乖，打着支援学子们的噱头，贪着商户们的钱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宁婉越说越气，最后竟气愤地将账册砸到他脸上。宁大人，只要您能放我一马，我保证一定将剩余的银子全部交出来，全部用在学子身上。不，我全部都给宁大人，都给宁大人。哼，你自己贪污腐化，还想贿赂我？当我伯爵府差你这点银子，把他给我拉下去，择日送督察院。求求你，宁大人，我寒窗苦读30多年，好不容易才中举，为了当官，我考了整整21年，21年的，我不甘心。怎么样，大哥帮你解决了这个大麻烦，要不要感谢一下大哥？一码归一码，别动手动脚的。妹妹，你好狠的心啊！大哥帮了你这么大个忙，你还不好谢谢我？谢谢您大人的帮忙，让小店免受了波折。我也替我们整个县的商户都谢谢你，感谢你8辈祖宗。等中午饭馆忙完，宁婉便回了家。老毕太太带着一个男人找到宁婉。宁婉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你单着这么多年，有人看上你了，托我来提亲了。那个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他有多高啊？他1.6米啊，但是他蹦起来的话有1.8米那么高。那他有没有什么正式编制？做过牢算吗？那他杀过人是吗？现在已经变得很好了，都不会乱杀人了。你看他过来路上都没有把我杀掉。人看着还比较稳重的哈。200多斤，必须稳重。听说他还离过2次婚是吗？是啊，胆子大又有魄力，拿得起又放得下。一旁的宁恒早都听不下去了，强忍着怒火。多谢这位妇人，这么极品的绝世好男人，我妹妹实在是配不上。我看你也是风韵犹存，还是自己留着吧。来人送客。再聊聊。虽然男方的确很优秀，但是我觉得宁婉跟他刚刚相配。闲着无事的宁婉准备下地看看西瓜们长的情况，可当来到田里时，宁恒那处变不惊的脸突然变了。妹妹，你怎么会有这种瓜？这不是司农司刚从西域用手段引进的西瓜吗？因为种出来是苦的，司农司不是已经放弃研究了吗？怎么出现在了妹妹家里？是程昱带回来给我的，说是去县市的时候一个朋友给他的。什么样的朋友？好像是京城的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司农司隶属于皇帝直辖，不占任何派系。现在程昱小有名气，各方势力都想提前拉拢他，难道就连司农司的人也忍不住出手了吗？妹妹，他日若程昱进京，切不可轻易与任何一方势力走得太近。现在朝中关系错杂，皇子们也争得十分激烈，一旦站错队，很可能命都保不住。宁婉突然想到，上一世聪明如老大，就是因为站错队被灭，连忙点头。妹妹，那你现在是准备帮司农司的人种植这些西瓜吗？种个试试吧，能成就成，不成拉倒，反正也没费什么功夫。至于他怎么种的西瓜就不多说了，以免宁恒又追着他问他怎么会种西瓜，啥时候去过西域，西域长啥样。也行，反正司农司的人也研究不出来什么，换人说不定会有新进展。接下来宁恒就一直寸步不离地跟着宁婉，去饭馆，去下田，去学堂接程院，就这样过了10几日，宁婉受不了了。喂，你好歹是个3品官，天天不在京城上朝，老窝在村里干啥？妹妹是在担心我吗？好开心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在来之前我就已经跟陛下告好假了。那你要在这里待到什么时候？我说了今年不会去京城，你不会要在这等到明年吧？快了，再过几日。宁婉以为他说的是过几天就要走，这才没继续追问，哪知他说的另有他意。女人用棍子的尖头在西瓜上扎了一个洞，将磨豆浆剩的豆渣放了进去，然后用土封口。他这样做并不是在搞破坏，而是因为从西域引进的西瓜是苦的，这样做的目的能使西瓜成熟后变得更甜。大家快来尝尝，西瓜甜不甜？烈日当空，微红的瓜瓤泛起丝丝涟漪，引人口水直流。宋承院虽然没吃过西瓜，但是听大哥说过西瓜是苦的，
结果入口后发现味道竟然有点甜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太好吃了！入口柔，一泄喉，还真是甜的。4农4都种不出来这种。妹妹，你是怎么种出来的？想知道啊？求我啊，求我，我就告诉你。求求你，快告诉我吧。宁婉怀疑人生了，她不过是随口一句玩笑话，没想到宁恒竟然毫无身份包袱。你好歹也是个3品大员，竟然一点节操都没有，就很离谱。节操是什么？能吃吗？到了西瓜成熟的日子，宁婉全家总动员，不过半晌的功夫就将地里的西瓜全都摘完了。因为西瓜的数量有限，宁婉也就没想着摆水果摊，而是配着饭馆的饭菜来卖。眼下正值酷暑，西瓜上线后，饭馆内的营业额也跟着蹭蹭上升。为了尽可能让更多人都尝上西瓜，宁婉限制了购买数量，哪怕是这样，西瓜也在几天之内被抢购一空了。宁婉知道，若想大力发展西瓜产业，只靠他家那2亩地是万万不够的，若是全村都能来种。宁婉随即抱着家里仅剩的一个西瓜去了村长家。村长，我来给家人们谋福利来了。见到村长，宁婉将准备带领全村一起种西瓜脱贫致富的想法讲了出来。既然西瓜这么赚钱，宋宁氏你为什么不自己种？是不是想割我们韭菜？我下了反诈 APP， 你可骗不了我。宁婉曾经的确想过自己种，可是一想起要请那么多长工，又要让他们每个人都签保密契约，管控起来也不容易。而且他想过了，村里人对程昱挺好的，能有机会带大家一起致富，村民为了赚钱也会保密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村长，这不光是我的意思，也是程昱的意思。程昱现在虽说能力还有限，但心里一直记挂着村里的恩情，所以这一有机会就让我好好回报村里。好，程昱是个好孩子，原本大家凑钱供他读书也没指望他有什么回报，没想到这孩子虽然不常言语，却一直记在心里。还是提程昱好使，我就是个小垃圾。那村长种吗？现在可是很着急呢。种，这就通知大家，让全村都来种西瓜。村长办事的效率非常快，他直接通知了村里的大喇叭张婶子，随后张婶子满村吆喝着让全村人来开会。开会了。这次叫大家来，确实是有件大喜事。大家可还记得宋家那2亩地里种的西瓜？前几天已经摘下来卖掉了，赚的银子足足顶咱们5亩地的收成。村长该不是骗人的吧？什么瓜能这么值钱？怎么会比粮食贵这么多？这光吃瓜能吃饱吗？ No， 这西瓜并不是饱腹用的粮食，我将西瓜放在我们饭馆当饭后水果，几天就卖光了。你显摆什么呢？卖钱是你家的事情，又不会分给我们一文。现在宋宁氏要将种植西瓜的技术免费传授给大家，以后整个大堰就只有咱们村的人会种西瓜。什么？宁婉要将西瓜种植技术给咱们？还有这好事？就是啊，既然这么赚钱，他怎么可能愿意分享给咱们？况且这西瓜我们也没吃过，谁知道好不好吃？若是我们都去种西瓜，最后卖不出去怎么办？宁婉早已考虑到大家的顾虑，从屋里拿出切好的西瓜，大家都来尝一尝。呀，甜的，味道怎么样？我喊了一声美2口你开胃。还是美，美呀，美呀，美。这是啥呀？这也太好吃了！哎呦我真的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再来一口。啊，太爽了！这西瓜种子是程昱从县里带回来的，大家就算不信我，也要信你们的小秀才啊！等大家签完契约后，我会将种植方法告诉大家，只希望大家能够将种植办法保密，毕竟这方法知道的人越少，对大家越好。村民们自然知道种植办法不能乱说，如果传出去了，大家也都没钱赚了。另外，我会再跟大家签一份契约，3年内大家种的西瓜全部供给我家，我会按照西瓜的价格直接付银子给大家。你一个人要收全村的西瓜，能收得起吗？村长刚刚说这1亩西瓜比正常粮食贵了好几倍，估计1亩地的收成都能有小1两，全村怎么也得有几百亩地，你竟然能一次性收几百两银子的西瓜？我当然收得起，为表诚信，我将这100两银子先交给村长保管。若大家这季西瓜种出来后我没有如约收购，这100两就算是我耽误大家种的地赔偿，怎么样？随后村长拿出来了契书，招呼着村民们陆续在上面按手印。这是全村的大事，一旦按手印后就必须要保守秘密，若是让我知道谁敢公私不分，我第一个饶不了他。跟宁婉有仇的几个人知道村长是说给他们听的，虽然很气，但再大的仇怨在银子面前也都不值一提了。待村民们都按好手印后，宁婉便开始跟大家讲怎么种植西瓜。西瓜种子我过几天给村长送来，到时候就让大家来村长家领就好了。
宁婉将这边安排好以后，便要回家做饭。然而还没等他走到家门口，身后便传来整齐的马蹄声。女人用针将手指刺破，从伤口上挤出一滴血滴进碗中，这就是滴血认亲，在古代鉴定亲子关系的手段。而女人对此却嗤之以鼻，只因女人被怀疑是伯爵府走失21年的嫡女。婉儿，父亲终于找到你了。伯爵爷，之前我跟宁恒也说过了，这世上长相相似的人很多，我不会糊里糊涂的就认亲，更不想在将来某一天再突然冒出来一个人说她才是你们的女儿。况且我对伯爵府的富贵也没有什么向往的。但是碗里的血已经相容了，这就证明你是我的女儿啊！这些都是封建迷信，你们要相信科学。人的血液分为多种血型，相同血型的人就算不是亲生也会相容，而且在水里放上明矾，不是亲生也能验出亲生。伯爵爷如果不相信，可以找2个侍卫试试看他们是不是亲兄弟。伯爵爷见宁婉说的认真，脸上自信的神色更加熟悉，他很是确定这就是他的女儿。像，真是太像了，跟你娘长得一模一样。而从情绪中缓过来的伯爵爷望着破烂的屋子，气不打一处来。你丈夫呢？他就让你住在这种地方，堂堂一个男子汉，竟然穷到家徒四壁，让我伯爵府的嫡长女跟着他吃这种苦。那您恐怕是没机会了，我丈夫已经死7年了，你要是实在想看，要不我领你上坟看看呢？这是闹的，都是我的错，在心里忘记跟父亲说这事了。伯爵爷有点尴尬，又有些心疼，女儿早早丧夫，一个人拉扯3个孩子，不知道受了多少苦。除了滴血认亲和长相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能证明身份的东西？比如说胎记？你生下来身上就没有胎记斑块，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找不到你的原因。那就没有办法了，没有证据，我是不会认这门亲的。看吧，父亲真不是我不努力，是妹妹死活不愿意跟我走。伯爵爷被宁恒这话一激，火气蹭一下上来了，抽出腰间7匹狼。我让你劝不动你妹妹。而宁恒见父亲抽出腰带，一转身就躲到了宁婉身后。有些人是真的人，有些哥哥是真的狗。伯爵爷见宁婉挡在身前，这才放下手中的腰带。婉儿，你母亲本来也想来，可她这么多年一直对你忧思成疾，身子差的根本无法舟车劳顿，这才让我替她来看看你。她一直希望自己能在临终前见你一面，否则她死也不会瞑目的。宁婉听得有点动容，若是伯爵夫人真是原主的母亲，她这样拖着不去认亲，对伯爵夫人也是一种伤害。快晌午了，你们一路奔波也该饿了吧？我先去做饭，其他的等用过饭再说吧。伯爵爷刚想说让侍卫们去做，却被宁恒给拦住了。父亲，妹妹手艺好着呢，一起尝尝她做的菜吧。我看你是3天不打上房揭瓦，这么多人的饭都让你妹妹一个人去做，你就是这么当哥哥的？我这不是想让你尝尝妹妹的手艺吗？那我去让侍卫做饭。无妨，伯爵爷大老远才来一次，我要尽地主之谊，好好款待才行。那我就尝尝婉儿的手艺了。啊，父亲，妹妹是你的女儿，我也是你的亲儿子，你怎么能区别对待呢？我看你今天就是皮痒是吧？来，我给你松快松快。我错了，父亲。宁婉在厨房准备做饭，隔壁老毕太太神神秘秘地凑到宁婉跟前。宁婉，你这运气可真好啊！瞧瞧这胎头的，可让全村都羡慕坏了。你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，刚才签契约时候的保证可是信誓旦旦，转眼又想来我家管闲事了。我呸，我也是为你好。刚刚在院子里，我看你还不愿意去京城，你是不是傻了？要去了京城伯爵府，可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不比你窝在这个小地方舒坦得多。老毕太太像看傻子一样的看着宁婉，她根本不懂宁婉在想什么。你还小不懂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这里面的曲曲叨叨哪有那么简单？我老婆子活了几10年了，咋会不懂？你那父亲大老远的从京城赶来，还不是看中你？还有你那哥哥，我听说又是给你撑腰打县官，又是给你饭馆捧场，还买了那么多东西给村里人，哪个不是对你好的掏心掏肺？宁婉原本没打算理会他，但听到宁恒为他买东西送给村民，愣住了。宁恒啥时候给村民们买东西了？我咋不知道？你真不知道，还是假不知道？别卖关子了，快说。你哥听见大家叫你宁泼皮，派人买了不少东西给村里人，还把之前被你打过的村民都赔了医药费。总之你之前在村里做下的恶事他都赔钱了，
不过他也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让大家别再叫你宁泼皮了。你说说，叫你宁泼皮咋了吗？你又不是不习惯，都叫这么多年了，至于花这么多银子让大家改口吗？搞不懂有钱人的脑子都是咋想的。老毕太太后面说的话，宁婉是一句也没听进去，转头去了屋内。你怎么回事？我还没说完呢。当宁婉进屋时，宁恒、伯爵爷正与程昱聊得火热。你为什么要让村里人对我改口？宁婉就说怎么最近村里人没再叫他宁泼皮，也没再交头接耳的说他坏话，原来都是宁恒干的好事。而宁恒见要去做饭的妹妹突然回来了，便使眼色让侍卫去做饭。都是我爹，谁能有你们孙呢？我这又当保镖又当厨师，这工资也没说多开一点，烦死了！身为哥哥，怎么会让人这么称呼自己的妹妹呢？况且这种小事也没什么值得炫耀的。小样，我就等着你自己发现。就哥这魅力，哥有力爆棚好吗？宁婉心里泛起涟漪，她点被暖到了。穿越后，她一直将自己当成了一个普通人，不奢望自己能有女主般的好运气，更不觉得自己会是伯爵府丢失的团宠女儿。但是眼下伯爵府的人真心对她好，她也有点动容了。我跟你们去京城一趟。真的吗？正好我有点想念程燕了，想去京城看看她，顺便看看伯爵夫人。好好好，你若是见了便知道，父亲绝对没有骗你。你跟你母亲长得实在是一模一样，这话您都说无数遍了。那吃过饭便收拾东西吧，你母亲要是知道你来，肯定开心的不得了。对了，快马上给府里传信，就说我们要回去了。也不用这么急吧，我家里有点事情没办完。妹妹还有什么事没做，哥哥去帮你办。宁恒手下人做起事来效率果然很高，不过半天的功夫就将事情给处理完了。而饭馆的照看问题，宁婉还是选择找到了齐老板，以500两的价将原本想要的2成股份压到了1成。第二天，宁婉便坐着马车离开了。经过了10几天的舟车劳顿，一行人终于赶到了皇城脚下。娘，程燕，还真是你，娘还以为听错了。转眼1个多月没见，程燕似乎又拔高了些，身上穿着一身劲装，看起来利落又干净。娘，程燕好想你啊！伯爵爷传的信我们前几天就看到了，整个府上的人都很开心。若不是伯爵夫人喜欢清静，恐怕伯爵府都要放鞭炮了。宁婉听程燕说这句话，突然想起程燕已经来伯爵府这么久了，不知道她有没有见过伯爵夫人。程燕，你见过伯爵夫人吗？见了，伯爵爷带我见的。如果不是他头发花白，我都差点将他认成你了。走着，咱们去看伯爵夫人。女人在4岁时，父母就被人贩子拐走了。不是哥们儿。没想到20年后，父亲竟成了当朝大官，并找到女人将他带回了家。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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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的女儿。眼前的妇人身体孱弱，就连站立都要下人扶着。见过伯爵夫人。伯爵夫人见宁婉如此生疏，脸上闪过一丝伤心。你是不是在怪母亲当年没看好你？是娘对不起你，不该将你交给婢女照顾，否则也不会让你在外吃了21年的苦。夫人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更不该成为你自责的理由。婉儿，你是原谅母亲了吗？那你可愿喊我一声母亲？宁婉看着她虚弱的样子，有些不忍心拒绝。伯爵夫人为了这个走失的女儿，付出了太多的精力和感情，可正因为这样，宁婉才不敢贸然认亲。您真的觉得我是你女儿吗？我没有任何4岁前的记忆，也不觊觎伯爵府的富贵，所以并不想冒认您的女儿。您要不要再找找？不，我确定你就是我女儿，你是我10月怀胎辛苦生下来的女儿。宁婉此刻只想送老爹突然诈个尸，或者给他托个梦，告诉自己是从哪里来的，他到底是不是伯爵府的女儿。而伯爵爷见宁婉的神色尴尬，连忙出来打圆场。今天奔波了一天，大家也累了。航儿，你先带婉儿和程昱住下，待我和你母亲再想想还有没有别的认亲办法。门外，程燕正黏着程昱问东问西，而一旁的宁泽成被晾在了一边。3个人的世界，果然有一个是多余的。程燕，娘可想死你了，快跟娘说说你在京城过得怎么样？娘，我在这边过得可好了，上午跟泽成一起读书，下午一起练习骑射，伯爵府的夫子都可厉害了，他们还给我的射箭技术提供了不少帮助呢。对了，娘，我还学会骑射了，下午你有空要不要来教场，我表演给你看。姑姑，我也会骑射，我可以和程燕一起教您骑马。程昱，你下午也一起来吧，跟同龄孩子们多接触接触。宁泽成只比宋程昱小1岁，但是2人一个率直活泼，一个老成稳重，活脱脱像差了一个辈分。娘，你去就好了，还有不到1年就要乡试了。我这几日在路上都只是看书，都没有怎么做试卷，我还是在屋里做题吧。乡试3年1次，
宋承玉若这次不中，就得再等3年，他可耽误不起。好吧，那就咱们3个下午去吧。妹妹，你是不是落了一个人？没错，我、程燕、泽成3个人。你们去玩怎么不带我？大哥，您不用去办公吗？礼部有这么闲吗？我打了一辈子仗，就不能享受享受吗？我兢兢业业10几年，好不容易休息一段时间，怎么会想不开去办公？爹，您要来看我们骑马吗？宁恒向来都不怎么关心宁泽成的学业，一切都交给夫子们全权负责。美名曰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不是看你，是看我妹妹。你还是我亲爹吗？你这不是妥妥的妹控吗 ？No， 女孩子才需要宠着，像泽成这样的男子汉，要坚强。我就不该多嘴问，爱来不来？下午，宁恒便带着众人去了教场。来，妹妹，让哥哥教你怎么骑马。只是还没等宁恒说完，宁婉便学着前世电视剧里上马的姿势，大步就跨了上去。妹妹，你这么虎的吗？你确定是第一次骑马？是啊。接下来怎么办？拍他屁股让他跑起来吗？拉缰绳。好累。哒哒哒哒哒哒咚！上头心爱的小摩托，它永远不会堵车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我马上就要到家了。来吧来吧，和我一起上路，嘟嘟嘟嘟，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。宁婉以前也没骑过马，但不知怎么就会了，也没有体会到兜风的爽感，只感觉屁股快颠2半了，所以没跑2圈就停下来了。哎呦啊！我玩好了，还是你们玩吧。娘，您还好吗？是不是第一次骑马感觉不舒服了？没事，就是有点颠。我一个普通老百姓，体验一下骑马就行了，又不用我上战场打仗。明天京城会办一场围猎，京城的官宦子弟都会参加，到时候程燕和泽成也会去。妹妹，你要不要去凑个热闹？哦呵，程燕射箭可帅了，我这个当娘的当然要去给他鼓鼓气。娘，我明天一定好好狩猎，给您打数不尽的猎物回来。宁婉刚想说相信他，但是想了想程燕的倒霉体质，这围里有好多猎物，应该不会偏偏程燕遇不上吧？小家伙们讨论的热火朝天，脸上充满了朝气，让宁婉不由得想起了伯爵夫人身体极弱，不像是只病了这么简单。伯爵夫人病了很久了吗？你走失的时候，娘正怀着小弟，那时府里多事，便多交由奶娘和母亲的贴身婢女照顾你。没想到婢女生了2心，将你扔在了外面，因为一直找不到你，又产后情绪激动，便在月子里落下了很多病根，吃了多少珍贵补药都无济于事。宁婉没想到伯爵夫人经历了这么多，月子里本该是产妇最需要休养的时候，却不仅没有得到休息，还遭受了巨大的打击，这才将身体彻底搞垮了。回到伯爵府，府里这些天对程燕很照顾，怎么也得做顿饭好好感谢你们。程燕虽然没怎么详说在府里过得怎么样，可见她意气风发，跟在家时候完全不一样。想必宁泽成是真的有把她当成很好的玩伴。宁婉问了家里厨房在哪后，便直接过去了。宁婉看着满屋子各种各样的食材，有些眼花缭乱了。这些菜的种类可比他们镇上粮食铺子里摆的都多。这不好起来了吗？